连雨不知春去，疫情方知夏深。从仵作一路干到提刑官，大圣汴京城出了个了不起的女人——楚昭云。长公主府出事的时候，没人注意到宴席上穿着素锦的楚昭云。方才在宴席上见过长乐郡主一面，看那开朗的笑模样，看起来对自己的生辰宴颇满意，又怎么会自缢？蹊跷，实在是蹊跷。若是我的柳木香子在就好了。昭云，这里是汴京，若是被他们知道你是仵作，他们会笑话咱们家，笑话父亲的。大姐，我是襄阳府的推司，不是仵作。就算是仵作，又有什么可笑话的？昭云，你不懂，总归是和尸体打交道，都是一样的。哼，也不知道长公主会不会请人验尸。昭云，楚淑云原本只是修贵妹妹仵作的身份，现在真是被气得胸闷气短。大姐你怎么了？可是身体不舒服？从小长在外头，果然是半分城府都没有，心思如此单纯。若是连累的永秦伯爵府成了汴京城的笑话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都等了一炷香了，长公主怎么还拘着咱们？对呀，本是参加生辰宴的，谁知道这么晦气？我们又不是凶手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啊？小点声儿，人死为大。长公主现下怕是早就哭晕了，三皇子也在这等着，皇子都没说话，你们急什么？众人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甚至有几人已然准备无视长公主府的侍卫往外硬冲。眼瞧着场面就要控制不住了，门口蓦地涌进来一群人。谁要走？段锦耀一进前院，众人就噤了声。这么多年，他已经习惯了。尽管皇城司做的都是为君为民的好事，但在权贵眼中，皇城司里竟是些狠辣无情的恶鬼。段大人，段锦耀跟着三皇子往后院走去。方才那人是皇城司提点段锦耀，别看他比我还小1岁，人却是个狠的。不过有他在，相信长公主很快就会放人了。为何？经他手的案子很快就会清楚，他才不管什么皇亲国戚呢。大姐意思是说他查案果敢细致，且不畏惧权势。我何时这样说了？姓段的明明是个不输阎王的恶煞。就在此时，远远的传来长公主悲泣的声音：“我可怜的长乐啊，我要进宫，我要陛下诛他9族。还请段大人将凶手认出来。”长乐郡主不是自缢吗？怎么还有凶手？是他，拿下！楚淑云反应过来时，自己已经被压在了段锦耀面前。这是何意？是你杀了我的长乐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什么？楚淑云震惊，不受控制的腿一软，眼瞧着就要瘫坐在地时，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他。昭云，我没有杀人，楚昭云点了点头。自从进了长公主府，他和大姐形影不离，他自然知道大姐没杀人，他不是凶手。你是谁？长公主，她是永秦伯爵府的二姑娘，自小长在外头，才回汴京没几日。长公主节哀。除了楚昭云，人人都知道林文英和长乐郡主是最亲近的闺中密友。好孩子，你不知段大人在长乐的衣裙上发现了一只耳环，长乐他一定是受刺激了才会上吊。众人看向楚淑云的耳朵，左耳处空空如也。不是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你的耳环又为何挂在了长乐的衣裙上？难道耳环自己会飞不成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我掉了耳环，阴差阳错就挂了上去。我怎么会害郡主？这世间哪来这么多阴差阳错？楚淑云不知该如何辩解，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。一只耳环如何能成为定凶手的铁证？楚二姑娘有所不知，月前长乐和杜公子定了亲，这汴京城里谁人不知杜公子和楚淑云是青梅竹马？又谁人不晓楚淑云心有怨怼？定是他和长乐说了什么，长乐受了刺激才会那样。楚淑云只觉得屈辱和绝望。我是和杜不韦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可两人向来手里以兄妹相称，谈何怨怼？不是这样的。楚淑云泪流满面，看向一旁沉默的杜不韦。杜不韦根本没有要解释的意思，只一脸失魂落魄的呆坐着。我在说耳环是否能成为铁证，这位姑娘为何顾左右而言他？哼，我是说楚淑云有杀人动机。段大人推案定然不是全凭旁人的猜测之语，敢问段大人如何断定楚淑云是凶手？此女无视林文英话中之意，一副只讲证据的模样，倒是和我不谋而合。耳环一物，楚淑云是嫌疑人。段大人可是要包庇凶手？还请段大人将凶手拿下，本宫即刻进宫。楚淑云只是嫌疑人。段景耀，你这是要和本宫作对吗？你怎么敢？
长公主是苦主，若苦主不想好好查案，段某只能告辞。段景耀，你好得很。但段景耀何许人也？就算是面对三皇子，他也半分不曾让过。想知道郡主是自杀还是他杀，验尸即可。衙门的人何在？推司和仵作都在外面等着。不可，本宫的女儿怎能受此耻辱？你们是让她死也不安心吗？本宫命你现在就把杀害长乐的凶手抓入大牢。没有证据，皇城司不会抓任何一个人。告辞。段大人，且慢。楚昭云想也不想，直接伸手拦住了人。段大人稍等片刻，容我说服长公主。不愿意接受验尸的死者家属，他见过很多，也理解每一位。长公主不愿郡主被绞安宁，这是为人父母的全权爱护之意。我也不相信郡主是自杀。说好生辰过后带她下江南，她央求了好久，那是她的心愿，怎么会？长乐绝对不是自杀。长公主，若想知道郡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，只有验尸才知道啊。验尸，长公主，给长乐留一些体面好吗？今日本该是他的生辰，还要被衙门的男人验尸吗？她金尊玉贵的女儿，怎么能让衙门的男人来验尸？凶手就是楚淑云，不必再验。长公主，郡主若被人家害，长公主要陛下诛我楚家，那真正的凶手岂不是逍遥在外？郡主又如何能在地下安眠？长乐为什么要害我的长乐？找个女仵作来。是，汴京城内只有男仵作。段大人，下官襄阳府推司楚昭云，可一试。一语惊起千层浪。推司是仵作吗？好像不太一样。推司比仵作厉害，会验尸，还会推案。永秦伯爵府家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吗？让自家姑娘和尸体打交道。他家原配过身后，又娶了2任续弦，看来是不心疼子女的。不仅看热闹的人被惊到了，就连长公主和林文英都吃了一惊。你说凶手不是楚淑云，你又说自己是推司，怎会这样巧？林文英仔仔细细打量着楚昭云。难道你们是有备而来？姑娘已然及笄不是孩童了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讲话做事要有根据？难道姑娘辨是非全凭自己猜测？你怎么证明你是推司？怎么证明？录影上倒是写了，但是谁出门还揣着录影？我15岁便当了仵作，每天在义庄待着，干了3年成了推司，算到如今推司也做了2年多了。别的不敢说，我验过的尸怕是比姑娘见过的人都要多。姑娘要我如何证明？林文英顿时觉得晦气，眼中藏着轻蔑。曾经的推司和仵作都是男人，你一个姑娘家真有好本领吗？楚昭云不屑于理论，转头看向皇城司提点段景耀。段大人意下如何？验尸出结果前，任何人不可擅自离开。突如其来的被信任，意料之外。谢谢段大人。后院郡主小院，楚昭云看了眼房梁上还挂着被割断的白绫。段大人将郡主放下来的吗？皇城司赶到时，白绫已经被割断了，是驸马救女心切。段景耀指向角落里的小木墩，白绫之下，郡主应是踩着它赴死。不过以郡主的身高，怕是踩着木墩也够不到白绫。楚昭云上前对着长乐郡主的脖颈检查了一番，他这般镇定的模样和熟悉的手法，倒是让长公主和驸马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。细细查看后，楚昭云收了手。长乐郡主是先被勒死，再被吊上房梁。长乐验出了什么？段大人，请看郡主的脖颈。哦，自缢而亡的人应是两眼和唇口黑，脖颈上应是8字痕，但郡主脖颈上绳索印记相交而过。再看郡主的手指甲，这指甲缝里残留的丝线和郡主衣上布料的丝线是一样的。郡主生前曾经挣扎过。郡主的脖颈有2道痕，相交痕即是血痕，而血痕之上还有1道白痕。为何有1道是白痕？生前被勒是血痕，死后被勒住，死者血液不通便勒成了1道白痕，这正说明郡主被吊到房梁上之前就已经死了。段景耀一副受教的模样。我只知道自缢而亡分吐舌头和不吐舌头。自缢时绳索勒在喉咙下头，舌头就会吐出来，勒在喉咙上部就不会吐。请长公主明察，我今日同大姐自进了公主府，并未有一刻分离，大姐也并不熟悉府中后院，凶手绝不是她。瞧，还请段大人给长乐一个公道。段景耀往椅子上一坐，皇城司提点的威压便扑面而来。你2人是郡主的贴身丫鬟？是，奴婢彩欣和妹妹彩月侍奉郡主8年了。是谁发现郡主在房中自缢了？是奴婢。你2人是贴身丫鬟，郡主出事时你2人在哪？郡主让奴婢去长公主院中去取1套红宝石的头面，说要一会儿开业后换上。长公主院中安嬷嬷可证明奴婢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们在库房里找了很久才找到红宝石头面。郡主说想吃藕粉桂花丸子，奴婢去厨房忙着前院大宴，等了一会儿才去做了丸子。回来一推门就看见郡主她。
段景耀朝门外打了个手势，门外立刻有茶子去核实此二人所言虚实。郡主出事时，你二人都不在，且离开了不短的时间，听起来像是郡主故意将你们打发出去的。莫非郡主和人有约？莫不是长乐和杜不韦约了私下见面？虽说两人已有了婚约，在外相约而见不足为奇。若是约在后院闺房一见，这话要是传了出去，长乐才是死也不得安宁。楚昭云观察着后窗，后窗并没有开启的痕迹。如果是与人有约，凶手从正门而入就解释得通了。将郡主吊到白绫之上，看来凶手力气不小，凶手有点功夫，或者是个成年男子，或者说凶手就是杜不韦，传垂花门看守侍卫。你可知道郡主确切的死亡时间？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内。若是想知道具体，得剖尸。长公主怕是不会同意。胆子不小，居然跟我说悄悄话。大人，2个时辰内都是此人在垂花门当值。郡主出事前后半个时辰里，谁出入过后院？出事前的半个时辰里，来后院的人不多。长公主殿下来过2回，驸马爷来过1回，郡主4个出入了3回。外人的话，林姑娘、穆姑娘、杜公子、崔姑娘，还有大人身边的姑娘和另一位姑娘一起来过。出事后的半个时辰里，长公主、驸马、3皇子、林姑娘、穆姑娘来过，再往后就是皇城司各位官爷们来了。让我喘口气。皇城司提点段景耀经过询问各个知情人，最终留下了跟案件有关的几人，分别是楚昭云姐妹2个、郡主的未婚夫杜不韦、好友林文英、穆小曼和崔希婉。这几人全都带到后院来，让其他人都走吧。文英，为什么留了咱们几个？等见了段大人就知道了，可能是有了新的线索。文英，你说真的是楚淑云杀了长乐吗？我也不知，只是觉得或许是为了杜公子2人起了局语。2人说话声音虽小，但架不住离得近。楚淑云将这些话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耳朵里。本来嫌疑人只有我1个人，现在又多了4个，这一定是二妹验尸的功劳。楚淑云，你今日可来过后院？何时出入？与谁一起？都做了什么？半个时辰前，我与二妹更衣回席时，被一丫鬟撞到肚子。那丫鬟便领我们去亭子里休息。到了亭子里，我才发现已经进了后院，便和二妹立刻折返了。段景耀看楚淑云思路清晰，且与楚昭云所言并无出入，便又看向了杜不韦。我可没进过后院，垂花门的侍卫都打点过了，应该没人知道我来过后院。就连我都能看出来他在撒谎，更何况是段景耀。杜公子是想见识见识我皇城司如何审讯撒谎的人吗？杜不韦腿肚子打软，悄悄咽了口唾沫。段大人，我记错了。我是来过一趟后院找长乐，我们并没有逾矩，只是谈谈心。段景耀立刻令杜不韦和彩星当面对质。杜公子和郡主在房中说话，我与彩月在门口守着，不知道他和郡主说了什么。不过杜公子走后，郡主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。对，我走的时候长乐还好好的。长公主冲到杜不韦面前，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没心肝的东西，我真是瞎了眼才挑了你做女婿。长乐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却还只想着撒谎脱罪。长公主，我和郡主只是定亲，郡主现在去了，我们2家何该退亲才是。这个怂货，我早就想退亲了，这次怎么也得扒杜甫一层皮。段景耀接着又询问了其他3人，他们的证词很简单，也很相似，都只是为了单独送上生辰礼才见了长乐郡主。彩星和彩月也证实了郡主与他们3人见面后还活着，而楚淑云进出后院的时间甚至还不足以支撑她走到郡主的闺房。楚昭云一直仔细观察着每一个人的反应，这彩星神情明显不对，眼神躲闪，时不时的擦汗，像是在害怕，也像是在犹豫。彩星，你可是想到了什么？奴婢没想什么。对查案有帮助的都可以说，你若是帮得上忙，长公主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人精似的长公主立刻附和：本宫本该治你一个护主不利之罪，但若是帮着抓出真凶，郡主的私隐之事本不该说出来，如今也是为了活命。奴婢说，今日是杜公子自己来的后院，并不是和郡主有约。平日里郡主与杜公子相见，杜公子总是提到楚大姑娘，说什么？杜公子说楚大姑娘总是纠缠他，但他的心里实实在在只有郡主一人。楚淑云气得脸通红，一派胡言！我一直拿你当兄长敬重，我与你私下里更是从未见过，你竟在背后如此重伤我。我没这么说。奴婢绝没有撒谎，正是因为杜公子常说，郡主才对楚大姑娘尤为不喜。为何说谎？我没撒谎，他就是纠缠我是为了怕郡主误会才和他解释。接二连三撒谎的杜不韦，似乎已经没人信他了。今日领我和大姐误入后院的丫鬟，你可认识？是郡主的意思，但奴婢也不知郡主是何意。郡主并没有去见楚大姑娘。楚昭云不明白长乐公主为什么没露面，难道是因为我和大姐立马就走了，这才错过了？
彩星、林木、崔三人都是郡主的好友。郡主和林姑娘、木姑娘多有亲近，和崔姑娘，奴婢说不上来。每次和崔姑娘见面之后，郡主就闷闷不乐，今日也是。郡主和崔姑娘可有争吵？没有。其他你还想到了什么？没有了。崔希婉当众被拆穿同郡主面和心不和的事，脸色有些难堪。林文英用帕子遮了遮嘴，欲言又止的模样实在是明显。林姑娘可是也想到了什么？长乐她其实一直不喜欢小婉，只不过是碍于情面才多有来往。小婉也时常顶撞长乐，惹得她不开心。我与郡主虽不甚亲近，但也到不了要残害性命的地步。我今日所言句句皆实。长公主和驸马厅的云里雾里，几人各执一词，言语间毫无漏洞，根本无从断定谁是凶手。长公主无需心急，天色已晚，还请府上准备晚膳和客房。书房里只剩下段锦耀和楚昭云二人。这姑娘有推案验尸的本领，又心性直率，只恨自己手底下没有这样的人。段大人，这几人的证词目前看来都没有纰漏，凶手可能是外头来的人吗？不会，府外已经查问过了，并没有可疑人员出现。那就是说凶手一定在这几人当中。我想再回郡主闺房查看一二。这几人中未必有人撒谎，只是说了一部分实话。何以？有人在离开后又回了现场。大人如何判断有人又回了现场？直觉。我不相信直觉，我只相信证据。两人来到了郡主闺房，段锦耀派了专人在门外看守。长公主已经将郡主的遗体带走。验尸能验出死者当时的状态吗？大人是说死者是否对凶手有防备？如果是熟人作案，死者可能没有防备心。郡主指甲缝里的丝线非常少，就算是熟人作案，也不可能不防备到这个地步。如果是昏迷的状态呢？段锦耀一边说着，一边检查香炉里的香灰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。若是襄阳府的同僚们也都和段锦耀一样，那平时推案肯定会省去不少时间。不是迷香。段锦耀捏了一纸香灰，自己闻了闻，又把手伸给了楚昭云。是白纸，是司空见惯的熏香，不是迷香。楚昭云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如果被人勒住的瞬间就挣扎，指甲缝里绝对不可能只有少量衣裳布料丝线。难道是用帕子进了迷香，捂了郡主的鼻子？想着想着，楚昭云就走到了郡主的床榻前。白泽眼睁睁地看着楚昭云躺了下去。没多久之前，郡主的尸体还躺在那里，真不愧是义府的推司。楚昭云一脸坦然不说，甚至还闭上了眼睛。白泽刚想叫自家大人，回头一看却没了人影。一个躺床上，一个蹲房梁上。我知道了。你先说。我知道郡主当时为什么会防备甚少，郡主的软枕有问题。段锦耀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，径直划开了软枕。干百合、酸枣仁，这都是安神之物，安神可迷不倒人。醉心花、浪荡子，这一大团是乌草，做成汤药喝了能迷倒，放在软枕里也能吗？虽不能迷晕，但极能安定人心。头枕上如此近距离闻着，和用帕子浸着汁液捂在鼻子上也差不多。白泽，带彩星来，别引人注意。是。段大人刚才是发现了什么吗？挂白绫的大梁处有绳索的麻线丝挂在大梁的木刺上，你看地上是木屑，进出的人多了，踩得到处是，难怪没有注意到。有白绫，却用绳子。郡主脖子上的白痕是绳子勒的，不是白绫勒的。楚昭云顿时感觉案情明朗了起来，凶手根本抱不动郡主，是把绳子另一端绑上重物，把郡主吊上去的。你确定吗？哪里不合理吗？是什么重物？如何带来？如何藏起？又如何举起？如何放下？凶手自己搬不动尸体，用重物绑在绳索另一端往下坠，那凶手又怎么搬得动重物？房里只有这衣橱算个重物。很显然，体积不算小的衣橱根本不可能成为作案工具。两人又仔细检查了案发现场，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。段大人，一定有什么是我们没问出来的，要不要再问问杜不韦他们？白泽记性好，看过的字不会忘，听过的话也不会忘，明日会再问一遍。原来段大人是打了这个主意，真正经历过的事，不管说几遍都是一样的，编造的话多说几遍就有纰漏了。一夜过去了，被留客的几位姑娘家的父母找来，长公主也没放他们进去。事情查清了，自然会放人。段大人呢？书房里呢，我去把彩星喊来。我昨夜想到了一种把人吊上房梁的一种轱辘，我画给你看。有2个轱辘，一个能动，一个不能动。若是将绳索绕在轱辘上，可省去1半的力气。我知道这个用于劳作的神仙葫芦。那凶手也得先上得去房梁才行，要不怎么挂上神仙葫芦？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那大梁上的麻线丝说不定就是用来挂神仙葫芦的。白泽领着彩星进来了。段大人，楚二姑娘。彩星，你看这软枕可是郡主常用的。床榻上的都是郡主为了今日生辰特地换的，软枕也是新的，并不是郡主常用的。那你可知这个软枕从何而来？是郡主收到的礼物。谁送的？
几天前，郡主和穆姑娘一同去锦绣坊，穆姑娘见这软枕上绣的是郡主喜爱的凤凰花，便买来赠予郡主了。穆小曼，我们去找穆小曼。穆姑娘还没睡醒，人出去了吗？没，今早一直没出来，穆姑娘的丫鬟也一直没出来。稍等，我进去看看。楚昭云轻轻推开了门。穆姑娘，你醒了吗？穆姑娘，楚昭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段景耀和白泽听出不对劲，立刻冲了进去。妖灵相系在床头围子上，穆小曼跪坐在地，脑袋吊在妖灵上，已经气绝。起来了，还睡？你家姑娘死了，你还睡？姑娘，你别吓小兰啊！姑娘，乐大人，你看是遗书。嫉妒长乐郡主，一直心有不满，看到郡主已经换上了自己送的软枕，于是又折回了房间。心起歹念，就勒死了郡主，又伪装成了自缢的模样。未成想有黄承思和厉害的女武做查案，以死谢罪，只求不要连累穆府。白泽，去请长公主来。是。没来得及问话，穆小曼就畏罪自杀了。这案子接了，好像太过顺利了。亏得长乐拿他当好友，竟对他下此毒手，真是狼心狗肺！本宫定要陛下诛他穆家满门。完了，穆家活不了，我一个小丫鬟更是活不了了。长公主且慢，长公主，真凶恐怕并不是穆小曼。楚二姑娘到底想说什么？现在尚且没有十足的证据，但只要继续查，肯定能查出哪里出了问题。段某也请长公主再给些时间，穆小曼之死恐怕还得细查。今天就得抓住凶手，只有抓住了凶手，才能让长乐安心去地下。小兰，你看看这是你家姑娘的字迹吗？我不认字。你觉得遗书不对劲？穆小曼遗书上写的是临时起意杀了郡主，那她用来勒郡主的绳子何处来？用来伪装自缢的白绫又何处来？不管是用绳子坠着重物，还是用你猜的咕噜来操作，这些东西又从何而来？既是突然义愤动手，东西怎么又准备的这么全？这遗书分明是漏洞百出。昨日给郡主送完生辰礼，你家姑娘去哪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家姑娘没让我跟着去后院。那昨晚你家姑娘何时自缢？昨天出了事，我害怕睡不着，就在门外和黄承思守门的大人说话，下半夜我才进了屋，屋里没点灯，都怪我太没用了。段景耀凭借着昨日楚昭云教给他的识别方法，粗粗看了一眼就有了定数。绝对不是自己吊死的，孺子可教也。楚二姑娘，给你。我的柳木祥是大人一早让我去伯爵府偷偷取来的，多谢大人，也多谢白泽。楚昭云细细检查穆小曼的身体，在其心胸处发现了伤口，致命伤是刺伤，后又伪装成了自缢。伤口表面宽阔，内里狭小，死者是平躺着时候被伤，乍一看是被尖刀所伤，实际上楚昭云思索着伤口的尺寸，应该是发簪。我家姑娘是被人害的。如果不是你昨夜睡不着，在门外和茶子说话，今天死的可就不止你家姑娘了。白泽，派人去跟长公主说一声验尸结果，穆小曼不是凶手，让长公主请穆家人来处理后事。凶器不是穆小曼自己的发簪，房中也没有其他线索。软枕的线索算是断了，我去查房梁上的线索。客房门前都有茶子看守，凶手是半夜从自己后窗去了穆小曼的后窗。乐大人，我们兵分两路。好，我回郡主房中，你去穆小曼房中。五位嫌疑人的客房在一排，却并不挨着。小兰，别哭了，一会儿穆府人就来了，你该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。你自请去为穆姑娘守坟，说不定穆家会留你一命。多谢楚姑娘。楚昭云爬了出去，客房背后是一片桃林，此处应该是个销毁凶器的好地方。叫了几个茶子大哥帮忙在桃林里搜寻，不一会儿就有人找到了一只簪子。别声张，交给白泽，看他记不记得昨日是谁带的，帮我带句话给段大人。两位死者都是伪装成自缢，这恐怕不是巧合。谁？贼人！我告诉你，外面全是黄承思的人。大姐，是我。昭云，你怎么从这来了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贼人。我来看看你。二妹，你说凶手是想让穆小曼顶罪，还是想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顶罪？别怕，是针对穆小曼的，自己注意防身。不管如何，不要离了黄承思的眼。昭云，姐姐错了，你有真本领，是你救了我，是你救了永琴伯爵府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，要是永琴伯爵府诛九族，我也活不了。二妹，你觉得凶手是谁？不知道，大姐觉得呢？我就是纯猜测，我觉得是崔希婉。崔姑娘和郡主不那么投缘，为什么一直来往密切？这俩人之前一直为了祝小侯爷争风吃醋，一直在明里暗里争高下，别扭得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的女声划破天际：“救命啊！来人啊！”楚昭云抓住了一个跑来报信的茶子，又死人了。没有，就是受伤了。在哪？
楚二姑娘救命！有人要杀我家姑娘！林文英捂着脖子，大口喘着气，救我！先把你家姑娘扶到房中。不，我不去，我就在这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贼人还能再杀我不成？有人要害我！这贼人真是胆大包天，青天白日的也敢下黑手。当本宫府上都是死人吗？皇城司呢？本宫要你们一个个处在这有什么用？长公主息怒，容我先问林姑娘几句话。林姑娘，刚才发生了何事？我刚才在自己客房中喝茶，茶有些冷了，就让春桃去添些水。谁知忽然有人从背后勒住了我的脖子，我想呼救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那你是怎么逃脱的？慌乱之中，我将桌子上的茶盏打碎了。楚昭云看向林文英门口守卫的茶子，属下听见林姑娘房中有声响，我就问了一声，就看见林姑娘发疯一样跑出来。属下去屋里查看，后窗开着，贼人已经跑了。属下又跑到廊下，看见林姑娘扑到了丫鬟怀里，丫鬟高声呼救，然后就是楚姑娘所见了。那贼人见外头有人问，这才松了手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我差点就死了。楚昭云看了眼林文英的脖子，是被绳索勒过的痕迹。你可看清那人模样或衣饰，是男是女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楚昭云去了林文英的客房。长公主，我又不是凶手，我要回家。长乐已经去了，往日我同他争这争那，确实没少挤兑他，可我真的没有害他性命的心思。我顶多就是想让他在小侯爷面前出丑罢了。自打他定了亲，不能再和我争小侯爷，我是有意和他修好，要不我也不会来送生辰礼。长公主，我也绝对没害过郡主。不管怎么说，当时郡主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又怎么会去杀害自己未来的妻子啊？我现在说的绝对是实话。长公主，会不会是外面的贼人？嫌疑人根本不是我们几个，先是穆小曼，又是林文英，难保下一个受害的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人。都给本宫闭嘴！本宫和你们一起在院子里，要死也是本宫先死，你们怕什么？晚上总不能也在院子里坐着吧？本宫相信段景耀，相信黄承思，说一天，他一定能在天黑前给本宫一个真相。穆家人突闻噩耗，悲愤不已。今日小女惨死长公主府，长公主该给我们个说法。你来找本宫要说法，本宫该找谁去要说法？穆大人，发生这种事谁也不想，穆大人还是先把小曼带回家安置吧。事情没有水落石出前，我哪也不去。随你。段景耀和白泽出府去查案，府中所有的问题都落在了楚昭云一个人的身上。凶手的杀人动机是想让穆小曼顶罪，那么凶手就一定知道穆小曼送的软枕有问题。谁能让穆小曼去买软枕呢？一个小小的推进，楚昭云顿时有了信心。穆小曼心口上的伤口如此明显，明知道肯定会验尸，为什么还要伪装成自缢的模样？楚昭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凶手在满足自己的仪式感，而且若想是畏罪自裁，直接把凶器摆在旁边就是，何必又扔到桃林里？看来凶手是慌了，凶手就在林文英、崔希婉和杜不韦三人之中。楚昭云从房间的后窗爬了出来，到了桃林。既然凶手为了满足自己的仪式感，为何不将穆小曼也吊在房梁上呢？有两个可能，若是多人作案，那昨夜只有一人；若是一人用工具作案，那么昨夜凶手是因为手边没有把人吊上房梁的工具，才把人吊在了床头。楚昭云的眼神落到了客房后窗的窗沿上，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尘。不对劲，昨日爬穆小曼和大姐的房间，记得清清楚楚，灰尘非常少，只拍手就能把浮尘拍掉。仔细观察，这才发现从杜不韦的房间一直到最头上林文英的房间后窗沿上，全都干干净净，只有些许浮尘，这分明是有人擦过。楚昭云又去了郡主闺房，一切如旧，依然找不出其他线索。凶手若是使用了工具，那工具可能就藏在这附近。那间房是做什么的啊？昨天来的时候好像没上锁，今日怎么锁上了？那间房是郡主的小库房，昨天开着，应该是放贺礼的。昨天晚上长公主就命人锁上了。楚昭云盯着郡主的小库房看了一会儿，心里有了主意。有一事需要长公主帮忙，不知郡主小库房的钥匙是否在长公主这里？我需要进去查看一二。钥匙在彩星那里，去问她吧。多谢长公主。你在府中行走多有不便，让安嬷嬷跟着你吧，她是我身边的老人，有什么忙就让她帮你。多谢长公主。彩星，怎么了？彩月呢？晌午前长公主下令彩月她。彩星，咱们做奴才的，自打小时候被家里发卖了，这条命就不属于咱们自己了。看开点，要不是你立了功，现在你也……好在现在你还活着，不是？楚姑娘找我有事吗？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能帮上的我都帮，快点把凶手找出来，好给彩月报仇。小库房的钥匙在你那里是吗？在我房间。彩星从柜子里拿出来了一个木匣子，里面有好几把钥匙。我明明放在匣子里了。别紧张，没事。你最后一次见钥匙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我还查看了，我记得就在匣子里。丹嬷嬷，如果是没来过彩星房间的人，能找到这里吗？宅院里给丫鬟小厮们住的房间都在院子角落里，彩星是郡主身边的一等丫鬟，照理来说就是头一间，很容易就找过来了。楚昭云心里有数，直接回了郡主闺房门口问看守茶子。今天早晨有谁来过这里吗？杜公子来过，在院子里转了转就走了。
把杜不尉带过来。你今天早晨为什么来这里？我吃饱了转转不行吗？我可什么都没干。你不信问问这里看守的碴子。搜他的身。凭什么搜我身？你又不是皇城司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段大人说了，楚姑娘在这就跟段大人在这一个样。有钥匙。说，你偷钥匙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把我送的玉器拿回来，反正长乐也死了，用不上了。我拿回我的东西怎么了？去丫鬟房里偷钥匙，杜甫真是好教养。开了小库房，杜不尉立刻跟了进去。姑娘先检查杜不韦的，接下来看老奴的。他先开了杜不尉的贺礼盒子，单层盒子没有机关，杜不韦的贺礼没什么问题。杜公子是来拿他的吧？杜公子看好了。贱奴有辱斯文，不可理喻。才新找出了林文英和崔希婉的贺礼盒子，也是正正好好，再没有多余的空间放绳索和工具。但凡作案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，如果真藏在了库房，不是扔到架子最上方，就是塞进架子最下方。楚昭云毫不犹豫俯身趴在了地上，看向木架最下方。找到了，2个小轱辘，上头还连着长长的麻绳。看来凶手为了杀害郡主做足了准备。到底是什么杀人动机呢？但紧要不在，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顺藤摸瓜。楚昭云低声和一个碴子大哥说了一会儿话，还望快去快回。杜公子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难不成是做贼心虚？因着对杜不尉有了意见，楚淑云语气怪腔怪调。天气太热，难免浮躁。淑云妹妹不热吗？别这么叫我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杜公子变脸倒是变得快，对相识多年的楚淑云都能背后重伤，也不是不可能去杀害郡主。崔希婉，你小心祸从口出。杜公子这是恼羞成怒，我看你是被我说中了。都知道你和长乐不和，你这凶手怎好意思这么猖狂？我看就是你发现长乐不爱你，才起了歹心。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连小侯爷一根头发你都比不上。崔希婉，你胡说什么？好了，你们2位安静些吧，吵也没用，今晚就能真相大白。我看今晚够呛，段大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就你妹妹一个人，她能行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突然，几个碴子跑了进来，所有人都去前院。是不是抓到凶手了？皇宫里来人了，动作都快点。楚二姑娘，段大人还没回来吗？无妨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人，但紧要不在，他也可以指认凶手。长公主，我来迟了，道歉。这位便是襄阳府的推司了吧？咱家姓常，奉陛下之令来问问，可查出了凶手是谁？回长公公，已经查出来了。众人紧紧盯着楚昭云，就盼着他赶紧说出凶手是谁。段提点的，让皇城司的人出来说话。有咱家在，楚姑娘有什么说什么，咱家也会把楚姑娘的话如实禀报给陛下。若是凶手就在这厅里，楚姑娘也不必害怕。杀害长乐郡主和穆小曼的人就是林文英。林文英抖了抖身子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楚昭云。楚二姑娘是见我脾气好所以欺负我吗？这罪名就这样硬生生地扣到了我头上。长公主，文英冤枉啊！不会的，楚姑娘，莫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文英是小曼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她怎么会杀了小曼？楚姑娘查不出凶手是谁，如实相告就是。为什么要空口白牙的诬陷我？难道襄阳府的推司就是这样推案的吗？林姑娘不必攀扯其他，推案向来只讲证据，劳烦安嬷嬷撩开春桃的裙子。楚姑娘这是作何？春桃虽是下人，但她也是女子，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？当嬷嬷得了长公主的眼色，一下撩开了春桃的裙子，春桃白色的套裤上一道道灰色痕迹，在大腿处更是明显，直接是一团污渍。众人不解，却也觉得蹊跷。将证据呈上来。碴子将神仙葫芦和绳索拿了上来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神仙葫芦，正是杀害长乐郡主的凶器。凶手先是用这葫芦连着的绳索勒死了郡主，又踩着桌椅将神仙葫芦绑在了房梁上，一端吊着郡主，一端用力拖拽，将郡主吊了起来，最后才伪装上了白绫。林文英看着柔弱，她能把郡主吊得那样高？楚昭云废话不多说，令碴子摆着桌子椅子登高，将神仙葫芦绑到了正厅的房梁上。长公公看这厅里什么最沉？这梨花木的桌子至少得2人才能抬起来，若是举高，得4人。楚昭云命人将绳索一端绑在了桌腿上，2个男人一起使劲往下拽绳子，竟然真把桌子越拽越高。众人震惊，只是加了1根绳子，突然就省力了。用这套神仙葫芦可以省去1半的力气。长公公说，一位柔弱女子加1个丫鬟，能不能把郡主吊起来？用这套工具能。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葫芦，楚姑娘凭什么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？林姑娘如何得知神仙葫芦能省力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在库房找到的这套工具，却是春桃绑在腿上，藏在裙子中带进了长公主府。
安嬷嬷恍然大悟，这一道痕可不就是缠的绳子，大腿这一大块就是绑咕噜的。春桃跪地磕头，直喊冤枉。林文英，本宫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害长乐？长公主，冤枉！我是带着春桃去了郡主闺房，但只是给郡主送贺礼，送完我就出来了。长公主若是不信，可以问彩星，她能证明我走的时候郡主还好好的。可若是你走后，又再次回到郡主闺房呢？我没有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根本没有害长乐。就连崔希婉和杜不畏也开始怀疑楚昭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据我所知，林文英和郡主二人从来没有红过脸，会不会楚姑娘真的弄错了？套裤上的脏痕也不能成为铁证，会不会是杜不为？我看是你。都给本宫闭嘴！楚二姑娘，你说，那我若是有铁证呢？郡主小院里的一排客房，因是常年无人居住，所以后窗外窗檐处日积月累了不少灰尘，但只有最末尾2间客房的外窗檐上有灰，其他的都是干干净净。诸位可知为何？凶手去小曼房间，为了掩盖自己的脚印，所以就把其他有人住的后窗处也都擦干净了。正是如此。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我住的那间后窗处有脚印？一个人做事往往有自己的习惯。楚昭云说完，看了眼安嬷嬷，指了指林文英的裙子。安嬷嬷手急眼快，一手掀开了裙子，但套裤却是干干净净。楚昭云，你敢如此羞辱我？安嬷嬷翻开裙子里面，安嬷嬷把手里拿着的裙子一反，立刻看见了脏兮兮的一大块灰尘。长公主快看，这就是擦了脏东西的模样。长公主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裙子里面是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凶手先杀了郡主，又杀了小曼，接着又想杀了我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凶手？请长公主明鉴。如果长公主非说我是凶手，长公主让我给郡主赔命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可凶手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能咽了这委屈，连累了家人。你脖子上的伤痕不是用绳索勒的，而是用妖灵勒的，而且对方下手并不狠，根本就没有第三个人勒你，这是你和春桃演的戏，你太着急把自己从嫌疑人里摘出去了。林文英，你低头看看你的妖灵，可不平整啊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！当时那人下手极狠，他力气极大，看身形像个男人，他差点勒死我，我差点就死了。事发之后，你分明说没看清，你说关于那人你什么都没看到。我当时被勒得头晕，脑子里很混乱，我现在只是想起来了。若是我还有证据，你又要如何狡辩？楚二姑娘有什么证据，快一起拿出来吧。一个茶子拿着几张纸给了楚昭云，低声和楚昭云说了一句话。楚昭云并未直接公开纸张上的内容，却向众人说起了另一件事。长公主可知，郡主被凶手勒住时睡着了。什么意思？郡主为了生辰换上的软枕是穆小曼所赠，而那软枕里放了大量的安定香料和药材。穆家人变了脸色。这么说的话，小曼也是长乐郡主之死的帮凶。穆小曼为何会买软枕给郡主？她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软枕有问题？死无对证，不得而知。但软枕是从锦绣房直接到了郡主手里。小曼只是付了钱，她肯定不知道软枕有问题。林文英，锦绣房背后的东家是你林家，这你也要否认吗？锦绣房，我不知，府里的产业我也不清楚。或许是哪位姨娘自己的私产。你撒谎！我方才已经命人去林府查问，近几年你已经学着掌管钟馗打理产业，你敢说不知？楚昭云拿出了几张纸，这是穆小曼的遗书，这是向你父母讨要的你的信件。纵然你在竭尽全力去模仿穆小曼的字，你常用的写字习惯可改不了。郭大人根本不知还有遗书一事，连忙上前查看。这根本不是小曼的字迹，咱家也看看。常公公反复对比2个字迹。遗书上的字和林姑娘信里的字，倒是都习惯在最后的笔画上加重力道啊。还有这左右结构的字，都是习惯左大右小。林文英这才慌了神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杀长乐，我也没有杀小曼。长公主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理由这样做。哼，林文英，你还敢狡辩？那你觉得什么是铁证？是不是只有本宫亲眼见你杀了人，你才承认？本宫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杀长乐？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林文英的杀人动机就是为她姐姐报仇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不晚。莫夫人猛不丁地想起来，林文英是有个姐姐，不是3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林家上下对长女的事闭口不谈，林府里的奴才也换了一批，我俩费了一番波折才知道了林文英的姐姐林文焕在3年前自缢而亡了。难道这就是林文英要把长乐郡主和穆小曼伪装成自缢的原因？为了把罪名扣到我头上，段大人这是连已经死了的人都不放过吗？3年前，林文焕先是与人私相授受，后又计划和那男子私奔。段大人，我姐姐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编排她？怎么能是编排？林文焕3年前和何运舟约好了一起私奔，结果那晚何运舟没能及时去，在城外，林文焕就被人欺负了。他一早回城的时候，可是好多人都看见了。崔希婉，林文英恶狠狠地看向崔希婉。段大人，快把林文英抓起来！凭什么抓我？我没有杀人。把林文英的家人带上来。
林文英父母进来后，没有为女儿辩解，也没有为女儿求情。文英，你真的杀了郡主吗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杀郡主？文英啊，如果真是你做错了，你就跟长公主认个错。杀人偿命，你主动认罪，总比把全家都拖下水要强。父亲母亲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就这么说我？听别人说几句话，父亲母亲就认定我是凶手，为何不问问我被困在长公主府害不害怕？方才所说林文焕之事到底怎么回事？文焕3年前做了错事，他无颜活在这世上，就在夜里上吊死了。他没做错，我姐没有做错。旁人这么说姐姐是因为他们坏，作为姐姐的亲生父母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？错了就是错了，我姐没错。你这孽障！姐姐和何公子两情相悦，可父亲嫌弃何公子只是个郎中，嫌他穷，硬是拆散了他们。要不是父亲棒打鸳鸯，姐姐又何至于走到私奔那一步？你懂什么？难道为人父亲要眼睁睁看着女儿跳进火坑里？何公子医术好又善良，何家只是贫穷了些，怎么就成了火坑？林文英，你个不孝女！他明明可以活下来，就是你们逼死了他。你们可是生他养他的人，怎么能对他这么残忍？为什么我和姐姐是你们的女儿？长乐死了，长公主悲痛不已，一定要找出凶手。穆小曼死了，穆大人不在乎得罪长公主，要讨个说法。可是你们呢？易怒虚伪爱面子的父亲，懦弱自私无主见的母亲。3年前姐姐受辱回到林府时，除了我，家中无人关心她。父亲骂他，母亲怪他，林府没有给他任何温暖和支撑。好在有我的日日开导，姐姐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心境。谁料关于姐姐的流言已经人尽皆知，其他人只是在背地里议论。可长乐郡主和穆小曼竟然当着姐姐的面就嘲笑她太轻信男人，讥讽她眼光不好，所以才落得个失身的下场。当晚夜里，姐姐就上了吊。都知道昨日是长乐的生日，可谁记得昨日也是姐姐的忌日。长乐、穆小曼都该死，只要是逼死姐姐的人都得死。长公主，是我杀了他们，要不是他们当面羞辱我姐姐，我姐姐也不会死，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，诛九族，全部都死，疯了，都活该。姐姐啊，你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。黄承思带走凶手，会转交给大理寺，杀人偿命，长公主放心。楚姑娘，段大人可是需要我写验状和验尸革墓？不急，段某是想向楚姑娘道谢。我也谢段大人，若不是段大人主持公道，恐怕我家大姐就要被冤。至于验状，还得劳烦大人明日派人来取。后日府上要准备喜事，之后我便也要回襄阳府了。好，今日楚姑娘送来的发簪没用上，不好意思。一旁的白泽尴尬地挠了挠头，楚昭云表示理解。白泽是过目不忘，但他肯定也不会去特地关注一个姑娘今日戴了什么发簪。大人不高兴吗？只是有点遗憾。大人是说楚姑娘也是，若楚姑娘是男子，有这么好的本领，必定能步步高升。可惜了，为官一道上，女子总是艰难。不过我可惜的是，汴京城缺一个像楚姑娘这样的人物。走吧，长乐郡主的事结束了，带你吃宵夜去。得嘞。真没想到竟然是林文英。大姐，你觉得林文英情有可原吗？倒也不是情有可原，就是我又觉得林文焕很可怜，所以林文英也是为姐姐报仇。朝云，你说这件事到底是谁错了？林文英杀了郡主和穆小曼，她错了。可是她也是为了给她姐报仇啊，有因才有果。大姐可曾想过，为何昨日郡主命人将大姐引去后院？大姐的耳环又是如何丢了一只？是林文英？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具体的作案过程，相信明天见到黄承思的人就会有答案了。罢了罢了，这本就不关咱们的事。大姑娘、二姑娘可算回来了，主君和大娘子都在老太太的宁福堂等着呢。两位姑娘快去吧。恐怕是知道你在长公主府验尸的事情了。我本就是推司，没什么好遮掩的。若是父亲不喜，也没办法。放心，我会把事情都告诉父亲，父亲肯定不会怪你的。别不了，就是听顿教训。反正我也不属于这汴京城。永晴伯爵府上的家人，他才堪堪认全。家中辈分最大的是老太太，儿子便是楚昭云的父亲楚汉，大哥楚鹤亭，大姐楚淑云是楚汉原配妻子所生。原配身亡，娶了续贤，生下了楚昭云。续贤身亡，娶了第二任续贤秦氏，他的亲生孩儿楚宁云。另外，楚汉还有5、6房美妾。大姐可算是回来了，你不回来，祖母都不让我回房睡觉。回来了就好，长公主府那边的事没沾染到身上吧？祖母放心，没事的。黄承思已经把凶手带走了，是林文英。杜家的歌儿也平安回家了吧？祖母都不知他有多无耻。楚淑云细细说起，家人都吃惊不已。竟然是这样的人，那以后别来往了。昭云，祖母，听说是你协助黄承思办的案？是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
你有没有考虑过伯爵府，让别人知道你是个仵作？为父一张老脸都让你丢尽了。父亲，我现在是推司，有什么区别？伯爵府的姑娘做这等下贱的差事。若父亲是怕我顶着伯爵府女儿的名头，那我不要这名头也罢。你岂有此理？我看岂有此理的是你。昭云，方才你父亲说的话都是气话，他也是关心则乱，你可千万别同你父亲生气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昨日要不是二妹替我洗清冤屈，别说我被长公主拉去抵命，恐怕咱们整个永琴伯爵府都完了。长公主要进宫请旨，要诛九族。淑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楚淑云抓住了机会，立刻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。真没丢伯爵府的脸，为父不会被人议论。二妹这是大大扬了伯爵府的名声，若是有人议论父亲，也只会说父亲有个好女儿。如此就好，如此就好。这么说来，也算你在襄阳府学到了真本事，甚好。赵云，你放心，大哥支持你当一个好推司。父亲说的话，你也不必在意。谢谢大哥。人世间的悲欢喜乐从来都不相通，太阳照常升起。永琴伯爵府里正紧锣密鼓地提前准备着后日的喜事。楚二姑娘，这是写好的验状和验尸格目。本来我家大爱人是想亲自来拿，但一直在皇宫里脱不开身。林文英可签字画押了，他把一切都招了，很顺利。他都说了什么？快给我讲讲。林文英计划了1年半了，那神仙葫芦是他专门去工匠坊里打听来的。郡主生辰那日，是他和郡主提前商量好了。他和郡主商量好了，陷害我大姐。楚二姑娘猜对了，林文英利用郡主不喜欢楚大姑娘这件事，跟郡主说要给楚大姑娘点颜色看看，两人商量做一场戏，所以郡主才把丫鬟支走了。他们本来也没打算见楚大姑娘，就是想让楚大姑娘有嘴说不清。没想到的是，林文英假戏真做了。那我大姐的耳环是怎么一回事？是林文英在院子里捡的，她哭着去抱郡主的时候，顺手就挂上了。还真是阴差阳错到了郡主衣裙上。楚姑娘，林文英说想见你一面。见我吗？林文英什么时候问斩？3日后。那我3日后去见她。那到时候我来接姑娘，先告辞了。慢走。昭云，我想着给你准备些首饰，没想到你大哥跟我想到了一处，他便托我一块送你。多谢母亲和大哥的好意，只是我不戴首饰，这些给我也是平白放在那落灰。我知你大概不喜，你且拿着赏玩，什么时候喜欢戴了再戴。多谢母亲和大哥。楚昭云，楚昭云，二姐，找我什么事？你在干什么啊？都是楚凌云没见过的利器，他好奇的伸手想摸摸。别动。二姐小气，不让动，偏要动。这把刀割过人的肚皮，这把凿过人的脑袋，这个开过肠胃。听说我娘给你了一匣子首饰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二姐，你给我看看吧，娘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匣子首饰，那可是整整一匣子。对，看了。哇，这和田玉的手串我早就在娘那里见过，我说怎么不给我，是给你留的。还有这金簪，这玫瑰簪子是我最喜欢的，还有这耳环也太偏心了。你喜欢？喜欢的要命了。那你拿走吧。当真？这还有假。算了，我怕娘凶我，而且二姐也没有首饰，二姐留着戴吧。不得不说，秦氏是位好母亲，也是个良善的大娘子。楚宁云虽有些骄纵，倒是也有分寸。我给你簪上。真给我？谢谢二姐，你这个二姐也不赖嘛。今天是楚鹤亭娶亲的日子，该我去甄家亲迎才是。还不是因为哥哥太紧张，被门槛绊倒了，腿还疼吗？新娘子来喽！新娘子来喽！落轿，新娘下轿，新娘请下轿。姑娘到吉时下花轿了，还请大娘子下轿。早晨可用了吃食，莫不是饿得没力气了？姐姐早上喝了碗粥。楚鹤亭担心的要掀帘子。稍等，二妹。大哥稍等，这种尸体腐臭的味道，他最熟悉不过了。大哥，事情不对，想办法先让众人都散了，一会儿看见什么都不能喊叫。姐姐。大哥，道观吗？不能道观，这不可能。今日是姐姐的大喜之日，要是传了出去，他们会议论姐姐。不，还是报官。还未行拜堂之礼，姐姐还是我甄家的人，等父亲母亲来了再说。好。大姐，花轿里是具尸体，你去悄悄告诉父亲母亲，让他们想个合理的说法，打发了宾客们。怎么可能？我背着姐姐上轿的时候，她还好好的。别着急，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她，上轿时还好好的，尸体怎么可能腐臭的这般快？抬着轿子绕到后门去，去我院子里，把轿门和两侧都拆了，我去拿柳木箱子。轿中座位上，一具女尸直挺挺地坐在那里，脸上的面皮摇摇欲坠，死亡时间在6个时辰左右。半个时辰前上轿的时候，我姐还好好的，不是我姐。
死者整张面皮连着脖子和背部的皮肤都被剥了下来，行凶者将皮又盖到了死者身上，只在背部和胸部草草的缝了几针。验尸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手法。此人不是应雪，应雪人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二妹，岳父岳母不会同意报官的。为何？我也赞成报官。不管怎么说，在找人这一方面，衙门的差役总比府上的人能干。可若是找回了应雪，外人知道她失踪在外，肯定多加猜测。我不在意流言蜚语，甄家不一定不在乎。甄家还有2个未嫁女儿。得了，贺铁不能报官啊！岳父，当务之急是找回应雪。可是去哪里找？送亲路上可停过花轿？停过，和另一家送亲的撞上了。那家人莽撞，横冲直撞的，花轿直接并排着和我们撞上了，2家都停下来调整了队伍。你有没有看见有人换轿子？当时那轿子直接冲了过来，我闪了一下。轿夫呢？我们本来是抬嫁妆的，撞轿子之后，原来的轿夫胳膊和腿上都擦着了，挂了彩不吉利，就去抬嫁妆。混乱之中，定是那伙人侧身挪2步，直接抬走了姐姐的花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弄丢了姐姐。楚昭云绕着轿子看了一圈，没看出蹊跷，随后又趴下，伸手摸了摸轿子底，是您？怎么会有泥？已经多日不下雨了。湖边、河边都可能有泥。这是苍耳，大哥，汴京城里何处有水，还会长苍耳？城南河畔附近，城西汴西湖这2处，一到夏季就有很多苍耳，所以一般出游大家都不爱去这2处。只有这2处吗？这汴京城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。不报官的话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。那我们去城南河畔找。那我们去汴西湖处找。一行人从上午找到日暮，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甄府可来人了。甄府来人说，城南河畔没有找到线索，说明日2家在交换，过来搜寻。一大早，楚昭云刚出府门的时候，看见段景耀等在府门外，才想起来今日还要去见林文英。段大人，走吧。永秦伯爵府出事了吗？段大人怎知？可是城中有传言，只是方才看你父亲母亲神色不对，听说昨日府上办喜事出了岔子吗？是出了些岔子，只是府上不想闹得流言漫天。需要皇城司帮忙吗？我可以帮忙，可以避开皇城司，不叫别人知道。多谢大人的好意，要是府上无力解决，也得报官，早晚是捂不住的，不麻烦大人了。不麻烦，因为我也想请楚姑娘帮个忙，我们可以相互麻烦下彼此。不知我能帮上大人什么忙？有几个卷宗里附带的验状写得含糊不明，仵作回乡下老家了，我想请楚姑娘看看。举手之劳，府上的事有些复杂，就不麻烦大人了。我向来不爱搬弄口舌，若是怕我泄露了私隐，这一点大可放心。他手下那么多人，万一有消息外露，流言蜚语若污了甄映雪的清白，毕竟还是人命最重要。那真是要麻烦大人了。但说无妨。楚昭云仔细地将办喜事那天和昨天发生的一切都跟段景耀讲了一遍。结的是新娘，换过来的也是新娘，这是专门挑新娘子下手。你放心，我会悄悄的查，会避开皇城司。谁能想到眼前的阶下囚，几天前还是光鲜亮丽的汴京贵女。林姑娘，找我何事？你来了？为何找我？我想请楚姑娘替我去见一个人，告诉他我的死讯。替你去见谁？卞一堂、何云舟，告诉他我的死讯，问他为什么没有赴姐姐的约。只是这样，林文英早干什么去了？3年都没问出来吗？对，只是这样。为何找楚姑娘？你又怎么知道她会帮你？楚姑娘，虽然你亲手指认了我，但我却觉得你像局外人。城南码头有个运货的男人，其实是曹帮的人，他脸上有一道疤，我以前救过他，他答应帮我做一件事，我用这个人情和你交换。姓吴是何？且问他是否还记得10年前的一州之恩？我会帮你去问何公子，也会告诉他你的死讯。段大人，长公主如何处置林府？长公主虽请陛下圣旨，陛下不忍林府何府无辜之人性命，你父亲母亲并未如你所愿能去九泉之下赎罪。段大人，我们去看验状。大人，楚姑娘也来了。白泽，你去把那几桩含糊不明的验状拿出来，楚姑娘帮忙看看。含糊不明的案件的验状？发什么了？快去！是。楚家一行人从天亮找到了天黑，还是毫无线索。汉孤儿，报官吧。等等甄府的消息，要是也没有消息，明日去报官。天才刚蒙蒙亮，段景耀竟然出现在了他的房门外，在府里转了一圈才找到你，指了指楚昭云门前亮着的羊肠手套。我猜你在这。可是找到我嫂嫂了。只是有线索了，在城南河的东北方向有条小溪水，是会进城南河里的。小溪旁边很多苍耳。段景耀从怀里掏出一张洁白的帕子，帕子里又包了一张喜帕，在喜帕周围的草叶子上有血迹。多谢段大人。救人要紧，晚了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别耽误了，快通知你哥去找人吧。等我办完手头的事，我就去找你。二妹，大哥，快走，有线索了。大哥，这里。这是血，这一定是假花轿里那人的喜帕。一定就在这附近。二妹，如果此番能救回映雪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只是已经2天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晚了。段景耀找到了失踪新娘的线索。
楚昭云兄妹俩迫不及待地展开调查。大哥，前面有村落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分头去找，就装是路过讨水喝，看看谁家院子里有蹊跷，或者是有地窖之类能藏人的地方。那贼人专挑女子下手，你不能去，你在这等我。2个人更快一些，凶手应该是专门挑新娘子下手，这周围都有人住，若是有不对劲，我就大喊大叫，没事的。安全起见，没找5家，我们2个就碰个头。有人吗？你找谁？你家大人在家吗？我家中幼弟在河边走失了，想问问你家大人外出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？没听说过，在村子附近走丢的。你是一个人在找吗？我和家人在村子里一块找，分开来找的。那你去我家后头那户去问问，不要说是我说的。难道这个小姑娘知道什么？在跟谁说话？有个姐姐的弟弟走丢了，问我有没有见过。走丢了，有没有去河下游找找？娘，你真不觉得后头的韩大叔很奇怪吗？你这孩子，你韩大叔每次做了烧肉都给咱家送1碗，你怎么就是瞧不上他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他很奇怪。声音越来越小，直到听不见声，楚昭云才直起了偷听的身子。有时候小孩的直觉可能很准。你是谁？唐突了，我幼弟在附近走丢了，你有看见个小孩子吗？没看见什么面生的小孩，找不到的话去报馆看看。现在河里发大水，说不准是掉河里了。多谢，我能讨口水喝吗？进来吧，你坐，我去倒水。院子不大，很整洁，一目了然，没有能藏人的地方，没有地窖，有条黑狗正在睡觉，家门大敞，倒不像是有歹心的样子。你拿着用啊，天热不能缺了水。多谢，我替几个哥哥多谢，等会和他们会合，这些水足够我们兄妹喝了。大黑回去，他拴着绳子，没事。大黑狗猛地一抽，却带出来一截绸子，大红色的绸子上头还有金线绣着的喜。告辞。楚昭云后颈处一阵剧痛，便没了意识。楚鹤亭，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楚昭云的朋友，昨天见过。黄承思，段大人。楚姑娘呢？二妹不见了，段大人快快救命！不见多久了？在哪不见？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哪里？我们2个约定每询问5家，就在指定地点碰面，以确定安全。可我已经在这等了3刻了，都没见二妹，我害怕。她去何处查看？这一片。你先回伯爵府找人，能报官的话最好是报官，我先去找她。段大人，拜托了。被砸晕的楚昭云清醒时，发现自己蜷缩在一个木桶里，他能感觉到自己在晃动。是姓韩的在运送我，人在别处藏着，怪不得院子里没有蹊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楚昭云发现木桶停了，一个长满杂草的别院，看起来像是荒废了很久。看到角落里7、8顶红花轿的时候，楚昭云倒吸了凉气。屋里有密室，突然余光里寒光一闪，是极其锐利的刀具，这姓韩的不是仵作就是郎中，或者是屠夫。没想到再往里走还有一间密室，确定姓韩的是真走了。楚昭云到处摸索着开关，一无所获。真硬血，你是真硬血，我是楚昭云，永清伯爵府的楚昭云。花妹，是我，嫂嫂，可有哪里受伤？花妹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嫂嫂莫说这样的话，为今之计是我们要赶快逃出去，我们都要逃出去才能活命。把我们抓来的是城南河畔仙月村一个姓韩的男人，我们不能保证姓韩的会不会再下毒手，所以我们要一起逃出去。其他3位还是没有人理会他。花妹，没用的，我在这2天了都没能问出来一句话。花妹，若是有机会，你先逃出去，不要管我。嫂嫂，你先跟我说说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天旭峰把我背上轿，走了一会儿，轿子突然被撞停了，等轿夫们调整好，就又开始走了。起初我发现奏乐的声音变小了，好像只剩个唢呐声了。我喊丫鬟喊旭峰都没有人应我，我觉得害怕就掀开帘子，一看已经到了荒郊野岭之处。你可看到那4个轿夫长什么样？没有，最后轿子一停，就有人把我打晕了。我们现在所处离城南河不远，石门无法从里面推开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等姓韩的再来密室，正面对上他，才有可能逃出去。对付姓韩的，自然是人越多越好。你们知道姓韩的带出去的新娘去哪了吗？姓韩的把新娘子的脸皮连带着胸前和背后的皮肤割了下来，新娘子死了，姓韩的就把她放进轿子里，去换另一个活的新娘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没有理由骗人。下一个就是我也要死了。只要我们在这里1天，就一个也跑不了。可我们逃不出去的。逃不出去，我们也得拼一把。如果早晚都是死的话，为什么不给自己争个能活的机会？我有办法解开笼子的锁。拼一把，我们得自救。我愿意跟着你拼一把。我也愿意。几个人互通了姓名：楚昭云、真硬血、苏章、傅凡景。可第一个笼子里的新娘依旧不说话。你方才说下一个就是你。我本以为被带走是去做了那贼人的小妾，最坏的情况就是被卖去青楼，我没想到
没想到他如此丧心病狂。姓韩的带走人是有规律的吗？这儿一共4个笼子，每次晚上带走一个，第2日就会带回来一位新掳来的。我进来后亲眼所见，第2个和第3个笼子里都是这样换人的。这么多人失踪，汴京城里竟没有一丝传言。我并非汴京人士，是京西北路人士。我家在淮南东路。怪不得一个地方只有1、2家遇到这种事，为了名声也就多人了。人越多，我们能逃出去的可能性越大。你能加入我们吗？我们是逃不出去的。1个人不行，但5个人对付姓韩的1个，没问题的。不行的，我们是逃不出去的。见他如此坚定地认为逃不出去，联系方才傅凡清所说的话，楚昭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猜测。你和姓韩的认识对吗？他是为了你。傅凡清看到被带走的只有第2个、第3个笼子里的人，而第1个笼子里的你却始终在这里。不是，姓韩的掳了这么多人，割了人的面皮，却又把面皮放回了死者身上，费尽心机却不珍惜。除非姓韩的是在做试验，不成功就换下一个。我和他不认识，他不是为了我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这般失态和此地无银300两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和贼人认识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你在这监视我们，助纣为虐，你就不怕死后被打入18层地狱吗？我们自己想办法逃，我们不管他。你说你和他没关系，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逃出去？外面1层密室，只有他知道怎么开启。既然你也被关在这里，就算你认识他又如何？你也是受害者。若你不是他的同伙，那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他，那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我们都得一起逃出去。难道你甘心自己的人生就此结束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就不担心自己的父母伤心落泪？可我们是逃不出去的，如果被他发现，只会死得更快。这世间不可能的事很多，难道我家嫂嫂会想过我可能找到这里，但我还是找到了这里？什么是不可能？不去做才是不可能。我们力弱，怎么可能牵制得住他？丹木不成林，我们5个人一定能。还是你觉得这里的人走了又来，只有你在这？你觉得你永远不会被带走？我没这么想，他一定会杀了我。既如此，我们就一起逃出去。人若是不能自救，那谁还会来救我们？好，我们一起逃出去。可你真的能打开铁笼的锁？你真能带我们逃出去？姓韩的将我运到这里，是1个人来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如果下次他还1个人来，我们5个人一定能牵制得了他。只要你能打开铁笼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嫂嫂，从凤冠上拔1根钗给我。道妹，比起锁头来说，金钗有些软。没事。阿妹，我们要不要等他说完再给他开锁？对，我和映雪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们几人一条心要逃出去，可他犹豫再三，万一坏我们是怎么办？除非他发誓。不必如此，先放他出来。今天姓韩的会过来吗？不会，早上来送吃食，如果晚上来，就是来带人的。今晚还不到日子。说说，你和姓韩的什么关系？我名叫张九儿，姓韩的是仙月村的，我是隔壁村的。我们现在在哪？我也不知。那你们什么关系？原本我是要嫁给他。把自己未婚妻关起来，1天1顿饭，吃喝拉撒都在笼子里，他还是人吗？这人是失心疯不成？我也不知他为什么要抓新娘子，他抓我时我们已经7个多月不来往了，我猜可能是为了我妹妹。事情要从1年前开始说起。1年前，我和韩颖是通过村里媒人介绍认识的。他虽然是个屠夫，但是家底殷实，家里还有一个叔公是朝堂上的大官。当时见面后，觉得他人老实也踏实，长得也周正，便慢慢来往了。他对我很好，也很体贴，便随我回家见了我的父母和妹妹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发现他竟然与我的妹妹张瑶儿有私情。我当时虽然气急，但我不信瑶儿会和姐夫有染。原来我们姐妹俩都被他骗了。他和瑶儿有私情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不认识。他竟然有了瑶儿，还找媒人来找我。我带他回家见父母时，瑶儿才知道他的为人。后来我们2个便都跟韩颖断了来往。既然断干净了，为何又是今天这般田地？瑶儿大喜之日，他竟然直接雇了一群人，在一处必经的僻静之地抢亲。那你妹妹呢？瑶儿不愿意跟他走，争执之下一头撞死在了轿子上。报官了吗？报了，可是没有用。1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外出时忽然被人打晕，在醒来时已经在这铁笼子里，穿着嫁衣。你是第1个被抓来的。是，无论我是求饶也好，求死也罢，韩颖都不放过我。我本来以为他是为了向我复仇，可后来他又抓来了3个新娘。你在这多久了？他抓了多少人？我来这3个月了，你家嫂嫂是第7个进来的，他已经带走了4人。看来是每隔半个月，韩颖就要作案一次。下一个就是我。你和你妹妹长得很像吗？我和瑶儿长得并不像，只是身高差不多，脸上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。瑶儿貌美，我长得普通。这就对了，不然韩颖为什么要割人面皮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韩颖应该保留着张九儿的脸皮，她想放到你的脸上。那我们都是被抓来练手的。她是想看看活人割下面皮还能不能活，放上别人的面皮又能不能活。她这般对待活人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我们必须得逃出去。九儿，韩颖很有钱吗？她有手下吗？他很有钱，多半是父母在的时候从他叔公那里沾来的光。他一个屠夫能有什么手下？那些人多半是他雇来的。
韩颖每天早上都来吗？他在门口将早饭扔进来，只有带人的时候他才会走进来。我原本想的是将他诓骗到一处笼子前，到时候我上去抱住他，然后你们快速从笼子里出来，我们一起把他关进笼子里。楚昭云指了指窗户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或许可以一试。你是说窗户？对。可是这个窗户太高了，若是铁笼子能移动，倒是可能踩着它从窗户爬出去。就算是能爬上窗户，也掰不动它的铁栅栏，不可能钻出去的。就算钻出去了，这么高跳下去会摔死的。进院子时我看过，院子里的草很高，院子外的草肯定更高，可能会摔断胳膊摔断腿，不至于摔死，而且总得爬上去看一眼，才知道能不能往下跳。我刚被抓，身体算好，我在下面半蹲着。我也是，我来。我胳膊没力气了，我不行。那我来，我天生骨架小，体重也轻。若今日能自救成功，我们就是经历过生死的姐妹了。对，是昭云救了我们，也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。不求同年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日重新活过来。扶住墙，千万别摔下来，坚持住。嫂嫂，我们一起起身站直。好。爬上去。外面能跳下去吗？能跳，下面是草，是软草。跳的时候抱住头。昭云妹妹，这铁栅栏如何取下来？你抓住一根转一转，看能不能转动。能。那你使劲往下按，等上面露头了就能直接拿出来。我们再来，下一个谁上？各位对不住了。组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先去报官。不，报官没用，我先回家喊人来救你们，你们再坚持几天。背信弃义的贱人，我们费尽力气将你送上去，你就不管我们了？你这样的跳下去也是摔死。你不能这样，我们说好了一起逃出去的，是我们帮你上去的。你忘记我们刚才怎么说的了吗？你这样不管我们了，和韩颖那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拉我们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？钱还是珠宝？等我出去都给你。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跳了下去。众人听到了窸窸窣窣的杂草声，他们就知道苏张没有摔死，他得救了。但愿他是真的回家去找人来救我们去了。他不熟悉这里，他都不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，谈何救我们？大美，少了一个人，我们的计划怎么实行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就只能用原来的计划了。一是等韩颖去看苏张的笼子，是我们去牵制住他；二是九儿诓骗他过去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必须拧成一股绳。若是有人只想着自己逃生，那咱们一个也出不去。二妹说的对，我真硬血，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。我张九儿一定遵守承诺，我们要一起逃出去。我傅凡清也一定遵守承诺，否则我就活该被韩颖折磨。段大人，已经都搜过了，怎么还是没有线索？怎么办？我相信楚二姑娘，她聪明机敏，一定能化险为夷。都怪我，有几户人家傍晚都回来了，我去问问。有人吗？赵税，你也是来找人的？兄台今日可是见过来寻人的。上午的时候，有个姑娘来家里问有没有见过她弟弟，还跟我讨水喝。兄台可知道他从你家出来后去哪了？不知道，我给了他一个水囊，他拿着就直接走了。我下午去隔壁村杀猪了，就没再见过他了。水囊什么颜色的？灰色的。他也失踪了，不会是掉到城南河里了吧？糟孽啊！这城南河每年得淹死多少人？段景耀想到了永晴伯爵府有个侍卫，手里拿着一个灰色水囊。告辞。你这水囊哪里来的？在城南河边上的草丛里捡的，我看里面水是满的，就拿着了。快带我去！段大人，可是有线索了。有人说给了楚姑娘一个水囊，应该就是这个。段大人，你看这个绣着喜字的红绸缎。一队人跟着我去河对面。段景耀正往前冲，忽然又停了脚步。搜查突然变得顺利了起来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方才那男人说给了楚昭云一个水囊，之后立刻就找到了水囊，又立刻联想到了河对面。事情怎会这样巧？几人将自己里衣里裤脱了下来，团成一大团，努力营造成苏张躲在角落里睡觉的模样。等了约莫1个时辰，密室的石门传来了声音。韩颖放下来吃食。韩颖，你过来。有什么事？韩颖，你想做什么我都配合你，我只想离开这里。你放我走吧，让我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很快你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饱饭睡够觉了，我感觉自己快死了。你关着一个死了的我又有什么用？你死不了。你既然不关心我的死活，你可关心瑶儿给你留下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瑶儿留了东西，她说自己已经出嫁成了他人妇，不再方便与你见面，但放心不下你，便给你留了东西。瑶儿只能嫁给我。终究你是更爱瑶儿一些。我生病了你不在意，一提起瑶儿你倒是过来了。九儿，你和瑶儿对我一样重要，很快你们就能融为一体了。瑶儿留下的东西我不会给你的。给我。你想要瑶儿的东西，你来拿。给我。我抓住他的手了。楚昭云飞速扑上来，抱住了韩颖的双腿。九儿，你骗我。骗你又如何？贱人，我看你们是都想死。
楚昭云拿出金钗，在韩颖头顶的百会穴上用力一扎。我们已经牵制住了韩颖，得救了。我们走。诸位妹妹先在门外等我，我稍后就来。九儿，你他害死了我妹妹，又折磨我，还牵连了这么多人命。既然他上头有人，衙门奈何不了他，那就让我亲自杀了他。我们走。可出了一道门，还有一层密室，这就是我说的逃不出去。可已经杀了韩颖，怎么办？不杀他，他也不会告诉我们。密室门上没有任何机关，机关就大辣辣的摆在了石门一侧，是一盘围棋，棋盘上摆着实力相当的黑白二色，眼前的围棋难不倒他。大美，你也太神了！昭云妹妹，你真的是上天派来救我们的仙人。我们得救了，还没有完全得救。韩颖把门锁上了，这宅院的围墙很高。知道韩颖有钱，但不知他还有这么大一座宅子。我们现在是在哪？像是在山上。跟我来，虽然爬不出去，但是有狗洞啊。昭云妹妹，此番多亏了你，以后我一定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对你。就是以后妹妹要我的命，我也绝无二话。英姐，你嫁了一户好人家，小姑子都能舍命来救。我们先找回去的路，这里看着人迹罕至，恐怕到了晚上会有野兽。没走几步，楚昭云忽然低声喊停，前面有人。弘毅，难道是苏丈？要真是他，我们不管他。八妹，他看样子是昨夜他逃走后遇到了野兽，这身上都是被咬的痕迹，真是现世报耶！他活该，看来恶人自有天收。若是他守诺，跟我们一起走，兴许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我们走吧。水，干净的水。赵云，我们能不能先在这里洗一洗？已经找到了溪水，很快就能下山了。八妹，我不知该回家还是回永清伯爵府。我现在这样子，没脸回永清伯爵府了。姓韩的只是将我们关起来，并没做什么，嫂嫂不必担心。可是毕竟在外流落了这么多天，若是将来传出去了，恐怕会牵连伯爵府的名声。我想大哥不是在意流言蜚语的人，母亲也是豁达的人，家中现在想的都是嫂嫂平安归来。应选，你家中从未放弃寻找你，你有昭云妹妹这么好的小姑子，想来夫君待你更是好，我才是不知该去向何方。樊青，若是你官人家和娘家都不接纳你，你就来找我。楚昭云，对大人，我们在这，别怕，是来救我们的人。应雪，二妹，你们受苦了，是我没用。楚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们逃出来了。怪我心急，不该让你一个人来找。怎么会怪大人？要不是大人给的线索，我也不会这么快救出嫂嫂。各位在此稍等片刻，府上人不久就到。对大人，我们将他杀了。是家中有黑狗的那个男人，他叫韩颖。楚昭云将他所知道的来龙去脉和如何逃出来的经过，仔仔细细跟段景耀说了一遍。临危不惧，有勇有谋。对大人，我是怕韩颖此人如此猖狂，是因为他背后势力太大。他若是真有来头，就不会住在仙月村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不用怕。可张家人因张瑶儿之死报官，却被驳了回来。这件事我来查。咱们先回家。贺婷，还得找人将九儿和樊青送回家。放心，你都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祖母是虽媳不孝，害得祖母担忧，害得父亲母亲担忧。此番不是你的过错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现在没事了，这无妄之灾已经结束了。祖母，好孩子，这件事既然没报官，以后咱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对，以后咱们和府上下只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你放宽心，好好过日子就是。多谢祖母，多谢母亲。这次多谢大人的线索，应是我和哥嫂去大人府上登门拜谢才是。这次能救出人，都是靠你自己，莫要抬举我。我这次来是跟你说说韩颖。查到了，山上那座宅子是韩若江的别院，荒废了20多年了，恐怕韩若江也忘了自己还有楚别院。这韩若江可是包庇韩颖的人？是也不是，韩若江是我朝上任宰相，虽然现在不在朝野之中，但门下不少门生。韩颖是韩若江旁支的亲戚，不算近。韩颖双亲在世时便打着唐叔是宰相的名头敛财。大人的意思是说韩若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？恐怕连韩颖是谁都不知道。韩若江在朝的时候做过很多为民为朝的好事实事，韩颖的事我也会一五一十的告知他。此番也是韩颖拖累了他的名声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人此番为我解惑。你何时离京？今夜辞别祖母，明日傍晚打算启程了。太后娘娘病了，我明日要去宫中侍疾，不能来送你了。段大人客气了，在汴京城里，段大人已经帮我许多了。楚昭云心中已然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一个皇城司的提点，如何能进宫给太后娘娘侍疾？看来段简要的身份没有那么简单。楚姑娘去过便衣堂了吗？对，还没，打算明天上午再去。我也有点好奇何云州为什么没赴约。天色还早，那我们现在一同去吧。好。段大人，楚大姑娘，二妹，昨天宋家姑娘来找你了。宋纯儿可说了找我何事？没说，总之是看着不太高兴的模样。知道了，大姐，我们先走了。要想让何大夫问诊，
得先填清楚自己的来历。怪不得林文英不自己来问何云舟。何云舟要是不想见林文英，林文英除了在门口堵他，可能别无他法。段大人，难道汴京城的郎中都这般谨慎？我也是头回见。看来这何云舟的身份不像林文英说的那般简单。家嫔的郎中，我看也不像。是何人介绍来的？长公主。二位跟我来吧，就是这里。谁问朕？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有桩别的事。何大夫，今日我们受人之托有2桩事。姑娘请说。第一桩事，林文英死了。林文英是生了什么病吗？何公子竟不知？还请姑娘告知。林文英为了给林文焕报仇，杀了昔日嘲讽林文焕的长乐郡主和穆姑娘，杀人偿命，所以她被砍头了。她是为文焕报仇？你没听错，是我对不住林家，我错了。是你错了。第二件事，林文英死前托我问你，当年那日为何没有去赴林文焕的约？何公子，你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，是在回答林家姐妹。我相信林文焕和林文英能听见你现在说的话。那日我不是有意失语。那日傍晚，我已经快走到城门口，有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我。那病人的腿疾常年都是我医治。那天他疼痛难忍，我想着耽误起炷香的时辰不打紧，但我没想到在回城门外时，却没找到文焕的身影。第二日我去林府找他，他没有见我，林府将我赶了出来。可那天我根本没办法拒绝，那人的手下绑走了我，无奈那人的势力太大，此刻却不能说出真相，是我对不住文焕。既然话已带到，何公子也有了回答，我们便告辞了。若是有心，怎么可能见不到林文焕？就算在门口守株待兔，也能等到林文焕出门。多谢段大人陪我来一趟，如此也算是兑现了和林文英的约定。你好像一直在道谢。那是因为段大人一直在帮助我呀。那请我吃个饭如何？是要请段大人，不过还得段大人告知我汴京城哪家酒楼好吃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真的不考虑留在汴京城了吗？家中阿公不喜欢汴京城，汴京虽好，与我却没有特别之处。汴京少了你这么个厉害人物，是汴京城的损失。段大人太抬举我了，平日里有不明的验状，大人可直接书信给我。好。第二日，楚昭云辞别一家人，踏上了回襄阳府的归程。到城门时，楚昭云看到一人在东张西望。白泽，楚姑娘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大人说昨日见姑娘喜欢吃那家的饼子，今日大人不得空，就叫我来送一些。谢谢大人想着我，也谢谢你还专门跑一趟。楚姑娘客气了，以后肯定还有要麻烦楚姑娘的地方。楚姑娘一路顺风。楚姑娘，是不是有人在喊你的名字？昭云，昭云，是我，宋纯儿。纯儿，我之前去府上找你扑了空，今天去府上又听说你刚走，幸亏你在城门口停了，不然我就追不上你了。纯儿，你是有事找我吗？昭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如今只有你能帮我了。纯儿，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昭云，我祖母5日前在梦中去世了。你是觉得有蹊跷？对，我祖母一向身体康健，平时偶尔有些头晕，但郎中看过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怎么会突然在梦中身亡呢？昭云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报官了吗？验尸了吗？怎么说？我报官了，父亲和二叔都不赞同我的做法，5座只说祖母是梦中心悸而亡，我不信他。我使了些法子，拖着祖母下葬仪式，祖母此时还在灵堂。昭云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纯儿，既然家人不同意你的做法，我留下来又能如何？纯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昭云，我找不到人能帮我了。昭云，求求你了。面对汴京城中唯一的故友，又见他如此恳求，楚昭云根本狠不下心来拒绝。纯儿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一定会帮你，只是不一定如你所想是有什么阴谋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我信你，什么结果我都接受。楚姑娘，这是又碰到案子，又得拖延回家的行程了。楚姑娘，有什么帮忙的，我可以给我家大人带话。纯儿，你为何肯定你祖母去的不明不白？为何不信衙门给的验尸结果？昭云，我一直觉得家中奇怪，父亲奇怪，母亲也奇怪，就连祖母也有事瞒着我似的。这回祖母去的突然，而且父亲和二叔都不伤心，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你家中叔伯几人？父亲是家中长子，二叔一家同我们一起生活在宋府，三叔一家不在汴京城，只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三婶和孩子们回来一趟。那你祖母同儿子们感情如何？父亲和你二叔平日里感情如何？若是外人看来，祖母是享受着天伦之乐，可祖母同父亲二叔并不亲密，只是祖母素日里比较疼爱我们小辈们，父亲与二叔之间感情很平淡，我能感觉到整个宋府之间感情都很平淡。我祖母早年一直在宫中服侍，到了年龄才放出宫嫁给了我祖父，祖母手中有不少宫中的赏赐，府中这么多年也全是靠着祖母的银子，
宫中贵人手指缝里流出来的一些小恩小惠，到了外头却足够普通人家一辈子的吃喝。根据宋纯儿的描述，不像是有人为了分家吞家产而对母亲下毒手。我祖母以前也算是在家方太妃跟前有脸的丫鬟，所以我想着法子求到了宫里家方太妃跟前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太妃娘娘会不会理会，太妃娘娘不记得祖母了也是正常。所以你拖住了下葬的事，是打了家方太妃娘娘的名头。我也是没法子了，当日寻不到你，只想着多拖几日。若是你能说服你父亲和二叔验尸的话，今晚就能有结果。父亲、二叔，这位是我的好友楚昭云。前些日子和黄承思一起破了长乐郡主案子的人就是他。宋伯伯好。楚姑娘年纪轻轻便大有作为，实在是了不起。父亲，昭云既是厉害的推司，那也让他给祖母验一验吧。纯儿，为父知道你伤心，你也不是孩子了，要学会接受现实。父亲，只是一验，大家也都能安心。你说请太妃娘娘派人来查，也由着你去请了，你也请不来，现在还要验，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我只是想查清祖母为何身亡，为何偏偏要阻拦我？郎中和仵作都说了，身上无外伤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。你祖母是夜半心悸而亡，你到底想要什么真相？大哥，纯儿是心疼他祖母，大哥别和他生气。我看你是诚心想折腾你祖母。哼，父亲，我没有。明日早晨若是太妃娘娘还没信儿，就不等了。现在天气热，早日让你祖母入土为安。只有查清真相，才是真正让祖母安。你想要什么真相？是为父害了你祖母，还是你二叔害了？宋伯伯，我也没带柳木箱子，我能不能只看一眼纯儿祖母？我也不上手，可以吗？纯儿，若是让楚姑娘看一眼，你能安心，那便看一眼。那便按父亲所说。楚昭云仔仔细细的观察，祖母仪容安详，应是在睡梦中去了。纯儿，楚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可是能安心了。昭云，难道我祖母真是梦中心悸而亡？是否是心悸不得而知。不过宋老太太面容安详，不像是死前挣扎过的样子。之前的郎中和仵作都说祖母身上没有外伤，也没有中毒。这不好说，伤口可以隐藏起来，中毒也有轻易验不出的毒，没亲自验尸都不好说。父亲和二叔不松口，恐怕晚上我得偷偷带你去一趟灵堂。其实我方才见你父亲和二叔，我并未察觉到你所说的奇怪。关于验尸，我见过比他们更难沟通的人，而且他们兄弟二人感情有多亲，我看不出来，但至少是兄友弟恭。外人都这么觉得。那你仔细说说，你为什么觉得奇怪？我说不上来，可我就感觉小时候家里还是和和美美的，慢慢的大家就都变得奇怪了起来。我们去找你母亲，若是她能同意验尸，说不定还有和你父亲再争一争的可能。眼下也只能这般迂回了，但母亲她大概是不管的。我有事找母亲。大姑娘也知道大娘子抄经文时最不喜被打扰，母亲若是生气，我便自己担着。春儿，母亲，这是永琴伯爵府的二姑娘楚昭云。爱姑娘柳如玉的女儿。见过宋伯母，多年未见，昭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。母亲，你可听说前些日子长公主府上的事情了？是昭云帮着黄承思抓住了凶手，破了案。这次请昭云来府上，我想请她验尸。验尸，春儿，你还要折腾到何时？母亲，我觉得此事有蹊跷，一定要验。春儿，这件事不是母亲能做主的，你父亲他不会听我的。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的结果。昭云，我们只能晚上去。纯儿，你能讲讲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吗？记事以来，父亲母亲都很疼爱我，对我极有耐心。父亲的眼里只有母亲，他们很恩爱。那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？大概是8、9年前，父亲忽然就宠幸了好姨娘，父亲也不来教我下棋了，就连我去找父亲，他也对我有些冷漠。那你母亲也从那时起对你冷漠了？母亲待我如初，可过了1年多，母亲也待我冷淡了起来。我恨好姨娘，如果不是她夺走了父亲的爱，我们一家3口肯定和以前一样好。这些年来，祖母最疼我，所以我一定得查清楚，就算父亲要对我动家法，我也不会退半步。寿宁宫里刚刚送走了几位皇子，太后娘娘唯独留下了段景耀。安瑶，你今日辛苦了。不辛苦的，指望娘娘早日康复。好孩子，若是先皇后还在，此刻陪着哀家的一定是她。娘娘疼爱佳姐，是佳姐没这个福气再伺候娘娘。琪儿今年也15岁了，你是她的亲舅舅，你得多照看她。五皇子自有陛下照看，娘娘无需担心。皇帝日理万机，哀家哪能放心他能看顾好琪儿？韩琦是嫡长子，更是储君的第一人选。若不是这些年来哀家精心照看着，谁知道韩琦会遭到多少毒手？还未到傍晚时，家方太妃一众人来寿宁宫请安。太后娘娘不知，嫔妾年轻的时候有个宫女，她
他办事利索，嘴也甜，嫔妾对他很是喜欢。只可惜他是个不识趣的，到了年龄就只想着出宫嫁人，便后赏了一番，让他出了宫。谁知道这2天宫外有人使了大量银钱，带来句话说求太妃娘娘派人到宋府查明真相。要不是绿心想起来了他是谁，嫔妾早就忘了40年前还有这么个不识趣的奴才。什么宋府什么真相的，与嫔妾又有何干？真是好笑。家方太妃要派人去宋府查明真相吗？家方太妃这般宽厚，虽然不能当成皇城司的正经差事来办，但能带2个人去宋府看看。如此就去一趟吧。多谢太后娘娘，宋府有我认识的一个朋友。明日不必来市集了。三皇子在等我。我是怕你一会儿出宫不方便，所以想等着你一起。三皇子知道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。上次长公主府一别时我说过的话，一直不变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一定会助你青云直上。我的答案也没有变。来日方长，我会等你改变心意。皇祖母留下你，可是为了武帝。武帝最近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三皇子不必试探，你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掺和你们的事，只要别伤及韩琦的性命，其他与我无关。武帝是我的亲弟弟，谁也不会伤害他。三皇子说的是，我先出宫了。若是宫门下要，就真得让三皇子领我出去了。段景耀甩开他后，拐了个弯，见了个人才出了宫。宋府大门口，小厮突然来通报，有人找楚姑娘。白泽，你怎么忽然来找我了？大人给你的。大人是说明日他要来宋府。我也不知道，大人进宫市集，我也不能随行。只是中午给大人送公文的时候，匆忙跟大人说了声你去宋府帮忙了。大人知道我来宋府，肯定是在宫里又从太妃娘娘那听了什么。楚昭云心情甚好，他今晚不用偷偷去灵堂了。这是太妃娘娘应了。父亲，昨日傍晚宫里来了人，太妃娘娘已经遣了皇城司今日来宋府，下葬仪式还需推迟。就算是官家，也没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，更何况官家一向推崇以孝为先。大哥说的对，我们做儿子的，难不成还不能给母亲办丧事了？母亲4日前就该下葬了。宋伯伯，今日确实会有皇城司登门。人人都知皇城司是为陛下做事，怎么会来宋府？川儿，你也莫要再使银子叨扰太妃娘娘了。楚姑娘，这是我们宋家的事，楚姑娘在这怕是不合适了。2位是老太太的儿子，可老太太也不止2个儿子。对，三叔也是祖母的儿子，此事也得听听三叔的想法。宋明儒让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今日早晨才赶回汴京。春儿，你和三叔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三叔，祖母死的蹊跷，必须要查。蹊跷？难道是有人害了母亲？我虽平日不在母亲跟前尽孝，可要是有什么事，大哥和二哥可不能瞒着我。三弟，仵作和郎中都说了，母亲是梦中心悸而亡，哪有什么事？三叔，祖母素来身体康健，去世那天并没有任何身体不适，更无惊吓，何来梦中心悸？春儿，你当真求了太妃娘娘？太妃娘娘已经应了，会派皇城司来查祖母一事。既然这么多天都等了，不再胡多这一天。明儒，三弟，大哥和二哥这般阻拦，难道母亲的死真是人为？大哥二哥在心虚什么？明儒，现在天气热，母亲的尸首已经腐烂，若是皇城司今日也不来，那母亲何时能入土为安？若是外人知道了，也只会说我和老二不孝，你倒是无畏。若是外人议论，大哥二哥就说是我不孝，大可都推到我身上。我也是母亲的儿子，今日说什么我也得等到皇城司来。春儿，这有三叔在，你去门口等太妃娘娘的人来。好。春儿，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昭云，我觉得父亲和二叔很奇怪，是不是他们2个联手害了祖母？眼下还毫无证据，你是因为他们不让你验尸才怀疑他们吗？我现在脑子里也乱得很，昭云，靠你了。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的。等不到的，三弟也别跟着他胡闹了。谁说等不到？皇城司来了。这是我家大人段提点。段大人，段某此番来是奉了太后之令来查太妃娘娘的故人之死。既然楚推司在这，便不用找仵作了，劳烦楚推司了。段大人客气了，是我应该做的。春儿，昨日我说的东西摆上来。老太太面容安详，应是在睡梦中离世。我要先检查老太太身上有无伤痕。已经检查过了，我母亲身上没有伤痕。这可不一定。楚姑娘，这是您吩咐的东西。楚昭云沾湿了白帕子，掀开老太太的寿衣开始擦拭。宋老太太身上有伤痕。昭云，不仅衙门的仵作检查过，我亲自给祖母穿的寿衣，祖母身上并无伤痕。伤痕是可以隐匿起来的。这话何意？若是用瑞草蘸醋涂抹伤痕，可以让伤痕隐匿消失；若是用甘草汁擦拭，便可让伤痕重新显现。谁会懂得这般药草之理？衙门来的仵作竟是个草包。母亲的死竟真是人为。
但这伤口并不是致命伤，反而像是有人为了泄愤故意掐的老太太。谁和祖母这般大的仇怨？朝云能看出来是什么时候掐的吗？是在老太太气绝之后很短时间内。伤痕不是致命伤，接下来要验验宋老太太是否是中毒。楚昭云用银针扎宋老太太的虎口处，银针没变黑，随后他又用银探子探宋老太太的咽喉处，银探子也没变黑。老太太身上的伤痕应该是死后被人掐的，和老太太生死一事并无直接关系。川儿，这下你该相信了吧？莫急，我还没下结论。这银针银探子都没变黑，这还叫没结论？还请楚姑娘接着验。楚昭云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将银探子再次插入宋老太太的咽喉中，又用干净的帕子浸满热糟醋，在老太太的下腹处开始洗眼，直到洗了1盏茶的时间，他才停了手。紧接着，楚昭云取出了宋老太太口中插着的银探子，那银探子变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母亲是中毒了。祖母真的是被人害死的。母亲，宋老太太这毒之所以之前没验出来，是因为是长期的慢性毒，身亡当天加重了毒量。但老太太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毒，沿起下腹和肚子，能使毒气熏蒸而上，自然也就能验出来宋老太太中毒了。楚姑娘可知是什么毒药？还请昭云和段大人抓出凶手，还我祖母一个公道。还请段大人抓出凶手。诸位放心，现在所有人都不能离开灵堂，我跟楚姑娘先去府中问话，去传老太太的贴身丫鬟。昨日大人让白泽来传信，我是真没想到太妃娘娘会让皇承司来。太妃娘娘没打算管，当笑话说给了太后听，是太后心善。总之，多谢大人。我们都是为了还事情一个真相，不必客气。老奴姓刘，府里哥儿姐儿都叫我刘嬷嬷。你是宋老太太的贴身丫鬟，跟着她多久了？是，以前在宫里我认识了老太太，等我到了年龄出宫时，她已经嫁人了，我寻不到好去处，老太太就收留了我。算起来，我跟着老太太也有38年了。如此说来，你定是对老太太十分忠心。老太太是我的主子，更是我的姐姐。老太太去世那晚，你可守在她身边？我年纪大了以后，老太太心疼我，就不叫我守夜了。那晚是小丫鬟春雨守夜。刘嬷嬷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但说无妨。我家老太太会不会是被外人害死的？我在宋府几10年了，实在想不到有谁会杀害老太太。先是给老太太下了慢性毒药，又突然加重了剂量。一种情况是凶手半夜来查看老太太是否还活着的时候，掐了老太太；另一种情况就是泄愤的另有其人，早晨知道老太太死了，趁机掐了几把。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凶手都在府上。府上无非就是主子和下人，主子都是老太太的至亲，老太太平时对下人也和善，月俸也多，怎么会有人害了老太太？老太太去世前的那一晚有什么入口的东西是她平日里灌了的？老太太睡前有喝参汤的习惯，日日都喝，还有治头疼的药，隔3日老太太就要喝一回，那晚也喝了。还有晚膳的咸菜，晚膳不管吃什么都得配上咸菜一起吃。老太太和3个儿子儿媳关系怎么样？大爷和二爷两家人虽不太常来老太太院里，但每月初1、15也都是来老太太这用饭的，对老太太也都很恭敬。3爷一家不在汴京，但时常来家书。若是这几人中有人对老太太心生怨恨，刘嬷嬷觉得是谁？不可能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害老太太？这绝对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他们给老太太尽孝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害老太太？老太太和刘嬷嬷年纪大了，若是小辈们有什么手脚，也不一定能发现。你接着闪，我去查入口之物。大人说的有理，若是打草惊蛇，给了贼人毁灭证据的时间就不好了。春雨，老太太出事那晚可是你守夜，可有什么不妥？那晚老太太喝了参汤后又静坐了一会儿，喝下了头疼药才睡，睡觉前还说快到寿辰了，今年怕是不能大办了。老太太和往常一样，没什么不妥。半夜里可曾有人进过老太太房中？我在外间守着，没有听到开门或是开窗的声音。为什么寿辰不能大办了？可能是老太太今年将剩下的银子都给2位姑娘预备下当嫁妆了。还有就是大爷和二爷一直吃穿都用的老太太的私产，也没个正经差事的。怎么称呼您？我姓许，姑娘同纯儿一样，喊我二婶就行。府上出了这样的事，想必二婶也有话要说。以为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真是在梦中死了，谁知道是被人害了。你说凶手图什么？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说实话手里也就剩棺材本了，图什么？我真想不通。二婶也知道老太太私产不多了，是个有心的就能看出来，今年府中的饭食都粗糙了不少。今年突然就感觉府中拮据了吗？是这么回事，
我嫁过来，就发觉母亲格外偏疼大哥，也偏疼大嫂和纯丫头。我家蕊儿和纯儿一样是老太太的亲孙女，可老太太眼里只有纯丫头。哼！所以二婶对老太太有怨，所以报复老太太。刚嫁过来那一阵是有怨的，可日子还是得过。我也不是那会勾心斗角的人，索性就不怨了。我也想开了，既然老太太偏疼老大一家，那以后等老太太老了就让老大家照顾，反正我是没打算管。可二叔二婶一家的花销也是从老太太手里出的。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老太太还在，我们又不能分家，一切花销自然是从中馈里出。老太太出事那晚，二叔和二婶可有外出？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院子里，宁愿他晚间和朋友有应酬。虚实一刻回来后就没出去过了。楚姑娘年轻有为，可一定要抓住凶手，为我母亲报仇。二叔觉得谁是凶手？我觉得是大嫂。二叔为何觉得是他？别看大嫂平日里装的一副无欲无求的样，但她肯定一直记恨着老太太。楚姑娘可知大哥的爱妻好事？有所耳闻。当年大嫂进门后一直没有身孕，母亲就给大哥做主纳了几个妾。后来大哥彻底冷落了大嫂，大嫂肯定是恨母亲的。这人穿戴比宋府任何一个人都要奢华，而且是顶新的衣裳，没有正经差事，这穿衣打扮的钱哪来的不言而喻。老太太出事那天，你去应酬之前可去过老太太那儿？我是去找过母亲，我可没惹母亲生气，母亲那时也好好的。刘某某一直守在一旁。你是找老太太要银子？我出门宴请朋友，总得有几个银子。母亲也不知好好归着银子，要早知道府中银子不多，前几年就该克制，也不至于今年拮据成这样。所以你心生怨恨，宴请归来后，在深夜杀了老太太。我怎么会杀母亲？我那天回来酩酊大醉，回来就睡了。二叔别激动，我只是问问。哪有这么问的？证据，要讲证据。二叔说的有理。以为母亲是年纪大了，谁知道竟是被人害死的。这件事，宋伯母怎么看？我整日待在自己院子里，不问府中事已经很久了，不知道母亲这是和谁结了仇。我与纯儿多年好友，此次回汴京，发现纯儿似乎变了。我对纯儿有所亏欠。伯母与伯父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好像与查案无关。可纯儿说你们之前是恩爱的。我不如好姨娘年轻貌美，男子移情很常见。楚姑娘辛苦了，抓到凶手后，宋府必有重谢。宋伯父，府上可有人和老太太有过节？过节谈不上，但一家人总有拌嘴。就连我和母亲也有争执，二弟也常为了银子和母亲拌嘴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这些也算不上过节。宋伯父也会和老太太拌嘴，因为何事？还不是为了纯儿的事。纯儿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老太太护着她，几番相看都替她回绝了。老太太除了和府中人来往，还和别人来往过吗？母亲早年入宫，家中过度索要银子，母亲便和家里断了联系。我父亲去得早，族中亲戚也早就不来往了，母亲很少接触外人。东西要来了吗？已经悄悄送到姑娘昨晚住的房间里了。跟我一起去老太太房间看看。房间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已经毫无线索可查。大人查得如何？3样入口之物，只有咸菜能排除嫌疑。你那边如何啊？收获不大，宋府众人都不是勾心斗角的那等心机深沉的人，互相有些看不惯，自己也有些不甘，但也都没闹开。都没有作案动机吗？现在还没挖出来，而且老太太出事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。难道真是府外人？我总觉得是宋明圭和宋明月夫妻俩中这4人中的一人。你不是从来不相信直觉吗？对，还是要看证据的。毒药一事上我已经有了思路，府上蹊跷之处我也有了思路，不过得等明天早晨才能知道结果。好，那我们明早再会合。你是说账可能有问题？我只是猜测，究竟有没有问题，还要查一查才知道。是你家5年来的账本，从账房先生那取来的。宋府近年来逐渐拮据，今年更是明显。你既说了你祖母带出来了不少贵人的赏赐，那他也应该都做好了这些钱怎么花的打算。我以前听祖母说过，父亲和二叔都没有谋生手段，好在他的银子能够宋府开销。祖母说大抵能支撑到父亲和二叔老去，再往下一辈的孩子他也留不下什么了。怎么突然就穷了？想知道有没有猫腻？一起看账本。朝云，我不会看账本，祖母还没有教我。母亲竟是被人害死的，是大哥大嫂他们。就是他俩没跑了，我看是大嫂。别看他一天天闷得跟个葫芦似的，可能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憋着狠招。我看也是，不是三弟一家，也不是咱们，那还能是谁？乖人，我害怕。要是大哥大嫂也对咱们下毒手怎么办？说什么胡话！方才听段大人说，已经找到害死母亲的毒药了。你闭嘴，能不能让我安静片刻？难道杀害老太太的竟然是自己的枕边人？那天晚上他一身酒气回来，莫不是装的？等到半夜悄悄出去杀了老太太？
直到天光大亮时，楚昭云拍了拍桌子，猛地起身。原来如此，我有线索了。我也有线索了。我昨日故意放出风声，说在厨房中发现了毒药的线索。晚上我跟白泽守在厨房，天刚亮时，果然有人心虚来了厨房。是谁？宋明远。他去厨房做什么？他把老太太喝的头疼药的都收了起来，还翻了药罐里的药渣。大人不是查过那药无毒吗？难道是昨日查验有误？白泽把宋明远带去了柴房，我来叫你一同去问。事不宜迟，走。莫急，你发现了什么线索？我从账本中发现，近3年来，府上每个月都多了几笔不菲的支出，买茶叶、买字画、买瓷器，每一样月都买，有时甚至是1个月买3次，加起来价格惊人。是谁名下的支出？没写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宋明圭。我们先去问宋明远。为什么抓我？我早上饿了去找饭吃，在我自己家里找饭吃，凭什么抓我？二叔，别喊了，不累吗？朝云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皇城司乱抓人。那二叔说去厨房做什么了？我昨晚没吃饱，去厨房找饭吃不行啊。二叔要吃老太太的头疼药吗？看来二叔就是杀害老太太的凶手，这是心需要毁灭证据。我没有。若是不想被人认为是凶手，最好从实招来。不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白泽，把他交给衙门。我说，我就是怕你们查到药再查到了我身上。但是我发誓，这个药只是让母亲感到头晕而已，绝对不是什么毒药。3年前老太太开始喝治头晕头疼的药，原来这头晕的病也是二叔搞出来的。我就是想趁母亲头晕好说话的时候要点银子，这药根本吃不死人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宋老太太精心养出来的儿子却只想跟她要银子。3年前给老太太喝药，账本也是3年前出了问题，府上也是3年前逐渐开始变穷，难道都是巧合？二叔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，我吃。你看，绝对没毒。二叔先回去吧，今天早上的事不要声张。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你去查查给老太太开药的郎中，看他怎么说，也不能全信宋明远的话。楚姑娘，你叫我问的事情问出来了。怎么说？是谁买的那些贵价东西？这3年以来，宋明圭在悄悄地把老太太的钱转到自己的私账上。难道是被老太太发现了，所以他杀人灭口？我总觉得老太太可能早就发现了，不可能银子全没了才发现。如果老太太纵容他转移账目，他又何必杀了老太太？大人，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忘记查了。谁？浩姨娘。事不宜迟，走。3位大人来，可是有事要询问妾。老太太出事那晚，宋明圭可在你房中歇歇，可有外出？是在妾房中，直到早晨天亮前并没有出去过。老太太去后，宋明圭可有什么不妥？妾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。你平日里跟老太太见得多吗？不常见，可能1年到头都见不着一面，除非老太太传我。妾虽得主君爱护，可说到底也是府里的奴才，哪有这个福分在老太太跟前说上话？听府上人说，好姨娘是老太太做主给宋明圭纳进来的，是进府后好几年以后才突然间得了宠。可是有什么原因？好像也没什么原因。我家中贫穷，那1年几个弟弟妹妹险些都要吃不上饭了，父母便托人让我去给富贵人家做妾。与其说是老太太纳我进门，不如说是老太太将我买进了府中。你恨老太太，恨你父母吗？父母没把我卖进青楼，我就知足了。若不是老太太将我买进宋府，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。进府后主君也不在意我，我也落得清静。10年前我二妹要远嫁，大娘子心善，允我回家待了3天。3天后我回府，竟然看见什么？看见主君坐在我院子里。宋明圭从来没来过你院子里？从来没有，那是第1次。好姨娘的意思是说，自从这次之后，宋明圭就常来你院子里了。是。他为何会在你院子里？当时他在做什么？什么状态？我也不知主君为何来我院子里。当时我回娘家了，所以主君定不是来找我的。主君他当时失魂落魄的，衣裳上也是污糟糟的脏。后来我也问过主君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当时和人打了一架，心情有些不好。那他当时可有什么不妥？和平时一样吗？妾以前没接触过主君，不知道主君以前什么样。好姨娘可认为是因为你的出现，导致主君和大娘子的感情破裂了？府中人恐怕都是这样认为的，我也不知。主君在妾这里从未提过大娘子和大姑娘的只言片语。当时宋明圭可留在你院子里了？并未，主君同我说了几句话，便回了自己院子。2天后才又来了妾这里。忽然，楚昭云被院子里的一棵树吸引。如果我没认错，这是一棵合欢树。合欢树一般7月中下旬就会开花，花期长达1个多月。按理说，现在应是树上合欢花最多的时候。这是一棵病树，已经10年没有开花了。10年，又是10年。既然是一棵病树，为何不移了重栽一棵好的？主君说，我们第1次相见是在这棵树下，这棵树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，留着挺好的。楚昭云看到了一只虫子，若是寻常人见了可能不认得，可他认得。这虫子叫藏甲，又叫埋葬虫，一般生长在地暖之处，以蝙蝠粪便或者腐烂的尸体为食。
关院子门，守住院子。就是这里，把地面挖开。这怎么会有骨头？好姨娘莫慌张，恐怕不止这一根呢。一炷香的时辰，两人竟挖出了一堆人骨。好姨娘不知道合欢树下竟有一具尸体，妾不知道，怎么会？这树病了？难道是因为这具白骨？难道说10年前宋明圭出现在好姨娘院子里是来埋尸的？倒是能和他当年一身狼狈对得上了。朝云，这能验吗？能验，我还需要大人给我准备些东西。这10年来竟日日守着一具白骨。好姨娘可知包庇凶犯是何后果？妾没有。若是真没有，那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都细细说来。这具白骨和宋明圭是什么关系？妾什么都不知道，妾不敢欺瞒大人。那在这棵树下，或是在这个院子里，宋明圭可有什么异常举动？每年夏季下大雨时，主君总是喜欢盯着合欢树看。如今想来，主君看的具体位置似乎是这埋骨之处。其他的呢？没有了。挪杖是3年前开始，下药是3年前开始，夫妻感情破裂是10年前，这具枯骨跟巨树被虫蚁啃食生病也是10年前，为何会出现2个时间点？朝云，这是段大人从府外找来的东西。昭颖，这是要做什么？眼下天气大晴，蒸骨验尸。便是要蒸了它。蒸骨验尸得先把枯骨洗干净。我来。妾也可以帮忙。好，我们3个来洗。楚昭云将地坑中的柴炭用夹子捡出来，随后他又往坑里泼入了2升酒，紧接着又泼入了5升酸醋，最后才放入了尸骨。撑着伞，移动着伞的阴影，一块骨头一块骨头的照过去。忽然，段景耀看到一块骨头上有红色残影，紧接着又一块骨头上也出现了红色残影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看见一块骨头上有损折的痕迹，将3块有异的骨头捡了出来。楚昭云辨别着人骨的类别，死者生前左腓骨处受过伤，是小时候就受的伤，而这头顶骨处的伤是致命伤。至于这右侧股骨上的伤，是死者死后形成的伤。看来老太太之死和好姨娘院子里的枯骨之谜恐怕关联很大，起码这泄愤之作像是出自一个人。这腓骨是何处？如何得知是死前还是死后造成的伤？腓骨是小腿上的一块骨头，死者左侧腓骨上的伤痕从深度以及愈合程度来看，死者小时候摔过左腿。股骨是大腿骨，腓骨和头顶骨之上有红色残影，这说明此2处是死者生前受的伤。这股骨之上毫无血印，却又损折，这说明是死后痕迹。死后痕迹，这难道是为了泄愤？宋老太太胳膊上也有泄愤痕迹，这2件事有关联。三叔可是想到了什么？可以验出这死者的性别和年纪吗？死者是个30岁左右的男性，若是活到今天，大抵40岁左右。我大哥小时候左腿摔伤过，很严重，几乎卧床了1年。长大后也是每到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。大哥今年42岁了。10年前父亲和母亲感情破裂，这具尸体也是10年前埋入了院子。难道说如今的父亲是假的？这不可能，父亲怎么可能不是父亲？他分明毫无变化。大人，据妾了解，主君腿上并无隐疾，也不会在阴雨天疼痛难忍。好姨娘一句话让众人心惊。今日蒸骨验尸一事，绝不能对任何一人提起。要想找到真相，便不可打草惊蛇。今晚好姨娘就别见宋明圭了。我方才看见刘嬷嬷在与一人争执，等我过去时，刘嬷嬷刚把那人打发走。那人是谁？刘嬷嬷只说是她的亲戚，其实那人是宋老太太的弟弟。大人怎知？后门守门小厮是个心眼直的，我一套就把话套出来了。老太太这位弟弟，也就是宋明圭的舅舅，经常来宋府，不是找宋明圭，就是找老太太。大人，我们得去找一趟这位宋明圭的舅舅。我和你想的一样，只是若要暗中调查他的住址，恐怕要花些时间。不必，我去问纯儿。眼前的宅院看着不小，只是家门大开，还围着几个人。没过多久，衙门的人抬着一人从宅子里出来了。都散了。这是有人死了，差役要把尸体抬去义庄，锁上了门，说明这家只有死者一人。大婶，这家住的人怎么了？这姓张的在桥上磕到了脑袋，磕死了。老张就是自己太高兴了摔倒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肯定又去他老姐姐那打秋风去了，在桥上一看见人就吆喝着一起去打酒喝，谁料他脚下没留神，一滑就倒了，倒霉呲的磕到了脑袋。他的老姐姐也是咱们这边的邻居吗？不知道，要不是10年前见过一回他那姐姐，还以为他次是去偷钱回来，编出了个姐姐来。10年那可够久远的，轻易不露面，那10年前一定是发生了大事。可不就是大事？10年前老张的儿子病死了，他那姐姐来看老张，说来老张也是个命苦的，儿子死得早，这10年来他也是能混一天是一天。眼瞅着这几年他精神头好起来了，自己又滑倒了。谢谢大神解惑，我们先走了。青天白日之下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看来老张真是自己磕倒的。大人，看来此事还是得问问刘嬷嬷，并叫他说实话。宋老太太的弟弟已经死了。死了？
刘嬷嬷还不说实话。刘嬷嬷为何隐瞒她的身份？莫非是和老太太之死有关？刚从宋府出去就死了，她也是被凶手杀的吗？刘嬷嬷若想知道答案，就该把隐瞒的事都交代出来。宋老太太死了，刘嬷嬷却隐瞒真相，难道刘嬷嬷是要恩将仇报，还是说刘嬷嬷本就参与了老太太之死一事？我怎么会害老太太？我若是想早日还老太太一个公道，刘嬷嬷最好不要再隐瞒。不是老奴有意隐瞒，本想着这件事和老太太之死无关，可眼下老太太的弟弟也死了，这件事是宋府的秘密，现在这个府上除了老奴，再也没人知道这个秘密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42年前的夏季，老太太突然就要生了，雨下得极大，接生婆却迟迟没来。但是老太太已经发动了，老奴就硬着头皮给老太太接生。好在一切都平安，本是大喜之事，但老太太生了双生子。那为何没在府上见到或听说过双生子？虽是男孩，但双生子总归是不祥。何处不祥？为何不祥？宫里一直是这么说的，若是有嫔妃生出了双生子，那也是要把其中一个孩子掐死的。我倒是忘了刘嬷嬷和老太太都是宫里出来的宫女了。那一夜老太太怕极了，就让老奴把其中一个婴儿掐死。你掐死了那孩子？老太太见老奴不忍，便让老奴把孩子偷偷藏起来，过后再交给老太太的亲弟弟处理。老太太的弟弟是个混不吝的，也是个心狠的，他定能下得了手。就是今天来找你的那人，他动手了。老奴和老太太都以为他把那孩子掐死了，可过了4个月，他来府上要钱，可那孩子已经会笑会看人了。老太太也不忍心再将孩子掐死，便让他把孩子养着。老太太定期给他些钱。这件事纯儿的祖父知道吗？整个宋府只有我和老太太知道。后来呢？后来老太太就在离宋府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座宅院，将那孩子养在那里，平时也不让他外出，都是他舅舅照顾他。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应该是不知道的，他一直以为舅舅就是父亲。不想还是应验了，那一年先是老太太生病，又是他舅舅生病，最后他自己也病了，病得太重就去了。不过他意思，老太太和他舅舅的身体倒是好起来了。或许他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，是他知道了自己身世，所以杀了宋明圭，取代了宋明圭的身份。或许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只是在等一个机会。可他若恨老太太，为何过了10年才杀了老太太？3年前开始转移府上的银子。大人，你说会不会他3年前觉得事情要败露，所以才敛财又谋划着害命？若是在宋明远搞得头疼要理动手脚的人是宋明圭，那他3年前就开始谋划着害人了。大人，宫中真有这样的传言吗？双生子不祥。后宫的事除了太后，其他人何事我无暇关注。不过这装神弄鬼的做派倒是符合后宫那些人的作风。看来老太太今日的死也离不开她自己当年种下的因。如何？是宋明圭。宋明圭知道了宋明远的把戏，找到郎中要了毒药，还让郎中在头疼药里每次都加少量的毒药。不过那郎中不知道这次毒药剂量变大的事。果然是他，是时候拆穿他的真面目了。杀害宋老太太的真凶已经找到了。朝云，凶手是谁？想知道凶手的身份，就要先知道好姨娘院子埋的尸骨是谁。除了几个知情人，其他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姨娘的院子里怎么会埋着尸骨？难道好姨娘杀了人？这人不是好姨娘杀的。那是谁杀的？是他。我不知道好姨娘院子里有尸体，人不是我杀的。死者今年年纪40左右，男性，死亡时间是10年前的夏季，并且左腿上有伤，是小时候摔断了腿留下的伤。白泽快速将宋明圭的裤腿掀开，小腿处并无伤痕。我幼时左腿是受过伤，可如今已经过了30多年，那伤势早就好了。楚姑娘如何能凭借一处早就好了的伤来血口喷人？如果我不是宋明圭，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心里清楚。宋伯母、宋伯父身上可有什么明显的胎记？在后腰处有一处朱红色胎记。对，是在右后腰处。后腰处什么胎记都没有。他不是大哥。你也？那你说我是谁？你是大哥啊。带刘嬷嬷来。带谁来也不能颠倒黑白。为什么10年前宋伯父与恩爱的妻子忽然感情破裂？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是宋伯父。荒奴。哼，刘嬷嬷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就当着宋府众人面前说出来吧。当年是我为老太太接的生，老太太生的是双生子。你这刁奴，什么双生子？胡言乱语！老奴记得很清楚，2个孩子，一个后腰处有胎记，一个胳膊上有胎记。一个下人3言2语就想推翻主君的身份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看这刁奴是被外人蛊惑，胡言乱语。原来你不是宋明圭，原来我的夫君早就被人害死了。莫要听刘嬷嬷胡言乱语，这都是假的。明远明辱，我是你们的大哥啊，传儿，我是父亲啊。
主君第一次来妾的院子是10年前，那时主君应是不知此处是妾的院子。妾看主君一身狼狈地坐在合欢树下失神，如今想来，第一次相见是主君埋尸后。人胡言乱语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敢污蔑我？想来你和大娘子感情破裂，是怕大娘子发现你不是真的主君。一句不知道哪里来的白骨就想污蔑我，看来皇城司也和衙门一样，尽是草包。楚昭云拿出一册账本，3年前，你以各种由头让账房先生将府上的银子转到你自己的私账上，这一笔记录可是白纸黑字记着的。我不知情。我说这2年怎么这么拮据？原来是你故意为之。明远，你手上没钱的时候，是我将自己的银子都给你用。大哥什么时候短过你的钱？这账本的事我根本不知道。要不是你搬空了账，我也不会手上没银子。3年前，宋明远给老太太下了让人头疼头晕的药，被宋明圭知道后，宋明圭买通了郎中，趁机在老太太的药里加了慢性毒药。而不日之前，宋明圭直接向郎中要了大量的毒药，加重剂量，害死了老太太。荒谬，莫须有的事。这是郎中的口供。祖母一辈子都为了宋府，可宋府又有几个人真心希望他好？这么多证据，还有人证，难道还都是污蔑吗？三弟，我没有害母亲，人证可以作假，账本也能作假。那还有一人，不知你可敢当面对质？敢，真的假不了。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可是从小生活在宋府，由宋老太太抚养长大。正是。那你舅舅待你如何？母亲同舅舅不亲，我们哥几个也不常和舅舅来往，谈不上舅舅待我如何。他独自一人将你养大，没有娶妻也没有生子，在他看来，恐怕你比他的亲生儿子还要亲。如今他真是死不瞑目，救你养你，你竟然将他的种种功劳全部抹杀。你说什么？你的舅舅今天早晨已经死了。你胡说！既然与舅舅来往不多，你何必失态？是你杀了他，他可是救了你又养了你。我没有杀舅舅。你这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我就是宋明圭，母亲不在了，舅舅要是死了，我也该为他送丧。他的尸体已经被衙门抬走了，若是没有亲友去认领，就会被扔到乱葬岗去。母亲不在了，我替母亲去认领。大可不必，听母亲说过，他被卖进宫后，张家就常和他索要银子，等母亲出了宫，就和张家断了联系。他也交代了府上和张家不来往，你又何必替母亲去给舅舅收尸？他是我们的舅舅，对你来说，难道只是舅舅这么简单吗？宋老太太抛弃了你，是她的错，可你舅舅有何错？你忍心见他死后还要变成乱葬岗的孤魂野鬼吗？承认又如何？你们当我稀罕宋明圭的身份吗？你是谁？宋明圭呢？我是谁？我当然是被抛弃的那个双生子。至于宋明圭在哪，你不是知道吗？那地坑里的就是宋明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张明回。张明回，为什么杀宋明圭？为什么杀宋明圭？为什么？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能出门，也不懂为什么只有舅舅没有父亲母亲。10几岁时，我瞒着舅舅偷偷外出了几次，被人认错多次，之后就知道了宋府有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听舅舅说过和宋府上的老太太有亲戚关系，我便懂了。我本该也是宋府的人，只是被抛弃了，没有朋友，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娶妻生子。只有舅舅杀了宋明圭，并且将取而代之这件事，我计划了很久，堂而皇之的从宋府正门进来，没有人拦我。我找到了宋明圭的书房，他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他的亲弟弟。我用桌子上的砚台把他砸死了。所以你把他拖到好姨娘的院子里埋了？对，我用麻袋背着他，找了个没人的院子就埋了。宋明圭并不知你的存在，他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。当年你被抛弃时，他和你一样刚出生而已。怎么会没有关系？如果双生子注定只能活一个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光明正大的活着。不可理喻，10年前你已经32岁了，不管留在汴京城还是去外地，你一定能活得很好。凭什么抛弃了我？整个宋府都对不起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活着？那些银子都该是宋府补偿我的。你以为老太太没发现你在转移府上的银子吗？我知道她发现了，所以我才要杀了她。她要是没那么聪明，说不定还能多活2年。3年前，舅舅认出了我，和舅舅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是骗不过舅舅的。你做账的事不可能瞒过老太太，她一直在包庇你。不，她包庇的是她养大的宋明圭，不是我。你把银子都弄哪去了？明远，我虽然不是宋明圭，可我也是你的亲哥哥。这10年来，我对你的爱护也都是真的。没错，你是我的亲哥哥。若是你堂堂正正找回家里，拼着被母亲骂一顿，我也得为你说句公道话。但现在宋明圭和母亲都是你杀的，你是我亲哥哥，也是杀人凶手。快把宋府的银子都还回来！案子已经查完，该回家的回家，该回宫禀报的就回宫禀报。昭云，蠢儿。这次的事多谢你，多谢段大人和2位大人。他是杀害父亲和祖母的凶手，不管2叔3叔怎么决定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重，等我以后来汴京城再来看你。楚姑娘真乃神手，
别的仵作验不出来的楚姑娘全能验出来，别的推司想不到的楚姑娘全能想到。这番本领将来定是我大圣最厉害的提刑官。对，我差点就以为楚姑娘是神仙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二位抬举我了。楚姑娘自谦了。段景耀递给了楚昭云一张字条。上次在城南仙月村，你说你想学武功，这是我学武时一位同门师姐的地址。前2年听说她想收徒，我看回襄阳府的路上会经过她家，可以上门找她试试。我也不敢打包票她会收你为徒。大人，这真的是太好了。顺着地址，楚昭云找了过去。请问您是乔大侠吗？你是楚昭云？正是。谁让你叫我乔大侠的？别让我再听到这么傻的称呼了。梦如姐，天色晚了，你就在这歇脚吧。谢谢梦如姐。听段大人说梦如姐有收徒的想法，我是说过想收徒，但我没说过要收个年纪这么大的徒弟。也是，我都23岁了，早过了武学开蒙的年纪，身子骨也硬了，不适合学武了。我那小师弟来信，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，我倒是对你有些好奇了。段大人抬举我了，他这么不遗余力地夸一个人，这是头一回。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，我倒是能考虑教你1年半载，不过学成什么样就得看你自己了。梦如姐尽管说，就算不教我也会尽力帮忙的。你也不问是什么忙就答应了。既然段大人来过信，大抵也介绍过我除了验尸推案也没别的本事。聪明，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先吃饭。等到天彻底黑了，乔梦如领着楚昭云往后山走去。这一块是何家的墓，你帮我找个人。梦如姐的意思是要开坟找人？对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姓何。段景耀说你验尸很厉害，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？若是活到今天28岁了，男的，个子不高，别的也没什么特征了。如果知道他的准确身高，也不是找不出来。男生女相算不算特征？算。我挖坟，你验尸。今夜他是为了帮我，要是冒犯了各位，来找我，和他无关。两人忙活了大半夜，等开第6个关后，楚昭云基本上能确定这堆白骨就是乔梦如要找的人了。梦如姐，这人和你说的特征都吻合。好，乔梦如抽出来了一个包袱，把棺材里的骨头一根根都拾了出来。今夜打扰各位安眠，是我对不住，明天我一定买多多的钱烧给各位，还请原谅。第2天一早，乔梦如来找楚昭云。明天你要去哪？回我家，在襄阳府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去，教你1年，管吃管住就行。那就太好了。你不想问问我找的这个人和我什么关系吗？可以问吗？这个人是我爱人。以前的，我以前跟他说过，要是骗我的话，我就扒了他的皮，喝了他的血，吃了他的肉，啃了他的骨头。他骗你了？何止，他家中有妻儿，来撩拨我只是为了让我替他杀个仇人。这人真坏。他骗了我，等我找到他时，他家里只有妻儿了。他死了，想落个清净，门都没有。我可是个重诺的人。参见陛下。上回长乐王死，就听你说楚推司，这回他又帮了你，若是个得力的帮手，也可揽进皇城司。他回老家了，老家还有差事。景耀，朕找你来，是前几日兵部尚书来找朕哭，他家女儿心仪你也多年了。段景耀立刻警惕，他知道这是皇帝的试探。要是和兵部尚书扯上了关系，这皇城司肯定是不容我了。兵部尚书是3皇子一派的，这肯定是3皇子在皇帝面前说了什么，这3皇子就是个麻烦。我现在无心儿女情长，只想把自己的差事办好。两人又拉扯了一番，段景耀绝不松口。看来皇城司有人要给我穿小鞋了。周大人，我准备告个探亲假，好几年没用过探亲假，也攒了不少时日。怎么突然要告假？最近几个案子堆积，一起处理完了，身体有些受不住，告个假调养身子。不过也不能太久，咱们这还得指望着你办差事，就10日吧。20日、15日、18日、17日。好，17日。大人，我告假了。最近有什么事你去找正提点。告假？大人怎么不提前跟我说？我也想告假。你要告假找正提点告去，我已经不在职上了。梦如姐，这就是我的家乡，这还是我第1次来襄阳府。这个时间，阿公应该在家才是。楚昭云远远地看见紧闭的家门，有些惊讶。难不成阿公去钓鱼了？等走近了，楚昭云才发现事情的不对劲。门前石头下压着2封信，是我之前寄来的信，阿公竟然1封都没有收到。马嫂在家吗？昭云回来了。马嫂，我阿公怎么不在家？你走了没2天，刘老爷子也背着包袱外出了，我还以为找你去了。你也别着急，我看老爷子是笑着出发的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去问问你牛叔翁，他可能知道。要去找老人家吗？这个时间牛叔翁去放羊了，等过一会儿我去牛叔翁家问问。牛叔翁，赵丫头，你回来了。叔翁，我阿公呢？怎么不在家？你不用担心他自己在家闲得无聊，去找你花叔翁，2人可能爬山去了。师傅，我明天去趟衙门，之后可能又得出门，我有些不放心阿公。
我跟你一起去，每天都有事情，不可能单独找时间学舞的，咱们就每天早晚都学，也不耽误你的正经差事。正合我意，谢谢师傅体谅。楚推司回来了。对，昨日刚回来。昭尹，原推官最近脸色可不好看，近日可有大案？约摸着还是上回官员外家那个事儿。多谢，我一会见机行事。官员外家的案子早就能结案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但原推官私下里收了官员外送的礼，所以才一直拖着。原推官，下官回来继续办差了。哎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告假的时日到了，就回来了。你这假请的够长，满衙门哪有和你一样的？假都是前几年积攒下的。袁大光冷哼了一声，指了指桌子一侧厚厚的验状。这是你告假后仵作拿来的验状和验尸格目，仔细检查之后在上头签上字。楚昭云粗略地看了一眼日期，竟然是从我离开的第一天就开始在这里堆着。这个袁扒皮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推官，真是连段紧要的1/1000都比不上。这些就一直等着我回来处理，为什么不交给李推司检查？李推司哪有你细心？他还有很多都不会。不会就学，学不会就腾位置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这说的什么混话？拿一样的月俸，他不干活，要下官干双倍的活吗？楚推司，本官看你是出去一趟翅膀也硬了，胆敢以下犯上。还有官员外家的案子，就按我上回跟你说的写，写完了赶紧结案。仵作的验状不能改，验尸格目更是得实事求是，就按照真实情况结案就行了。楚昭云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按照我说的写，官员外的儿子是被老七头家的儿子打死的，不是自己喝醉了酒摔死的，明白不明白？不明白。蠢货，朽木，楚昭云，你是不是以为衙门离了你就不行了？那原推官是不是以为我离了这里就不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干了，原推官另找推司去吧。你在威胁本官，罢了，今日本官不同你计较了，你下去办差吧。我与原推官不管是在办案理念还是原则上都大相径庭，便只能离开这里。官员外儿子的案子我已经在验状和验尸格目上签字了，而且我早就对外说了真相，百姓们都知道。你若是敢作假就作假吧。楚昭云扬长而去，谢职这件事真是意料之外。两人一路欣赏着风景，一路南下。我没来过南方，看起来倒是很新鲜。有人在家吗？谁啊？我是刘勇的孙女，来找花叔王。快请进，我家祖父正在晒太阳。叔王，是我，楚昭云。昭云，你怎么来江陵了？叔王，我来找我阿公，他是不是来江陵找你爬山了？我阿公人呢？小半个月前老柳是来找我了，不过，难道阿公已经离开这里了？老头子我脚崴了，也没能爬成山，老柳就不和我玩了。叔王可知道我阿公去哪了吗？不知道，要是在江陵，他肯定来找我。老柳临走前提起了夔州成家，会不会是去夔州了？夔州没听说过阿公和夔州的什么人有什么来往。叔王，夔州哪个成家？好像家里是开医馆的。叔王，那我先走了。叔王好生走路，别再崴着脚了。昭云丫头，先别走，叔翁找你还有事。我儿子儿媳在外，家里就剩我这老头子和小孙子孙媳。村里有个杀猪的姓刘，欠了我一些银子，要了好几回也要不回来。叔翁知道你是个顶事的，麻烦你替叔翁跑一趟。楚昭云没有犹豫，问了那屠户的具体位置，就和乔梦如出门了。祖父，那刘屠夫就是个无赖。祖父不是早就打算不要那笔银子了吗？却又叫楚妹妹去。放心，昭云丫头机灵得很，让她去找刘屠夫，就是缠他半日时间而已。祖父的脚是追兔子崴的，柳叔翁也没来找过祖父，只是半个月前给祖父寄了一封信而已，倒不明白祖父为什么撒谎。半个多时辰后，楚昭云回来了。叔王，这是那屠夫欠的银子。怎么要回来的？姓刘的能轻易给？有我师父在，不算难。叔王，那我启程去夔州了，有机会再来看叔王。2天2夜，两人才到了夔州城外。昭云，你先进城吧，我改日再和你会合。师父是有私事要处理，可我怎么跟师父会合？我就在咱们刚才经过的寺庙里借住，白日可能会外出，傍晚都在。你什么时候忙完了来找我就行。楚昭云四处张望，寻找着医馆。忽然间，他看见了熟悉的身影。段大人，白泽，楚姑娘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和楚姑娘又见面了，实在是意料之外。大人怎么会来夔州？夔州是白泽老家，他回来有点事，我休沐无事，就跟他一块来了。我来夔州找我阿公。你去朱家取镇了吗？段大人还不知道吧？梦如姐现在是我的师傅。如此说，我们现在也算是同门了。师傅入城的时候有事就先走了，不然你们师姐弟就可以见面了。恐怕他在城门口先你一步看见了我，这才溜了。那是为啥？师姐前几年被人骗了，大概是因为此事羞于见我。被姓何的骗了那件事。是的，当年我就提醒过师姐，那姓何的看面相就不是好人。我先去找我阿公，等有机会我再介绍大人和我阿公认识。我家中的事也不急在这一时，我和大人先帮楚姑娘找外祖父吧。请问这医馆可是程家开的？我想找人。哦，我家医馆东家姓苏。城中可有哪家医馆东家姓程？不知道。
这家医馆东家可姓程？对，东家姓程。大人，找到了，就是这家。找到了就好。你什么时候回襄阳府？衙门那边告了几天假？衙门那边的差事我辞了。若是想去汴京谋差事，记得告诉我。一定。让姑娘久等了，不知姑娘找我何事？您是程家大姑娘？正是。我是楚昭云，刘勇是我外祖父。不知程姑娘可认识我外祖父？原来是柳书翁的外孙女。楚昭云松了一口气，好歹没找错人。我这次来是来找阿公的，我阿公可在程姐姐家。我这整日里在医馆忙，我也不知柳书翁在不在我家。不过每年柳书翁都会来看望我祖母，我这就带你回家，说不定柳书翁就在我家呢。楚昭云心中惊讶，阿公每年都来夔州吗？程姐姐如何认识我家阿公？看来楚昭云是不知道程家和柳家的渊源，那有些事也不必细说。我祖母年轻的时候去山上采草药，被毒蛇咬了，是柳书翁救了我祖母一命。原来如此。我家幼弟胎里带了弱症，也是实在受不了车马之苦，因此每年都请柳书翁来一趟。昭云妹妹，祖母和程家众人见到你来，一定高兴的都要疯了。进屋后，楚昭云迅速看了眼屋里的程家众人，看来阿公并不在程家。楚昭云心里有些失落。程祖母慈安，我是楚昭云，刘勇是我外祖父。昭云丫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昭云，昭云已经长这么大了。程祖母，此番贸然打扰，本是想问问我阿公可有来过程府？你阿公今年3月的时候来过一趟，近日没来。你阿公来夔州了吗？我也不知。既然来了，就在这住几天，不用担心你阿公，他五湖四海的朋友多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可不许走，一定在这多住几天。昭云，这是我父亲母亲。昭云见过伯父伯母。好孩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是我三妹妹程莲和四弟程清白。楚昭云一一见过众人。这是我表舅舅家的女儿方冉月，比你小些。冉月妹妹庄安。昭云姐姐恕安。昭云，这是我二弟程青兰。青兰弟弟。程青兰脸忽地红了，其他人纷纷捂着嘴笑。我今年21岁，既然年岁差不多，我便叫你昭云可好？楚昭云一一见过众人，相谈甚欢。丫头，先让青兰带你去汉代院安置下，今晚先好好休息。多谢程祖母。汉代院离我住的木樨院最近，所以祖母让我带着你过去，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。回乡是我院子里的丫鬟，就让她跟着你。天色不早了，昭云快去休息吧，明日我再来找你。那便辛苦你了。楚姑娘真是折杀奴婢了，这都是奴婢的本分。不知道师傅现在睡下了吗？不知道寺庙让不让他借住，也不知道段大人和白泽怎么样了，不知道白家遇到了什么事。姑娘可是醒了，姑娘一大早方家表姑娘就来了，奴婢让她在偏厅等着姑娘呢。她几时来的？可等久了。不过一盏茶的功夫。方表妹早，不知表妹找我何事？楚姐姐早，月儿想着姐姐出来城府可能会有些拘谨，便想着过来问问姐姐可有什么不是，我也好帮帮姐姐，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姐姐尽管跟月儿说，月儿吩咐下人去办。这表姑娘未免太心急了些，年年来城府看望姑母，一住就是几个月，还不是为了和兰哥儿多亲近亲近？兰哥儿什么时候正眼看过她？这其中的各种心思，楚昭云自然不知道。多谢冉月表妹关心，我一切都好，这汉但愿也很好。楚姐姐安心在府上住下吧，姑母一家都是和善的人，尤其是青兰哥哥，他对我很好。冉月表妹说的没错，青兰是位和善的君子。是呀，我与青兰哥哥青梅竹马，是我的荣幸。看来昨日程青兰送我回汉但愿，让方冉月误会了。青兰一表人才，冉月表妹温婉可人，二位不愧是青梅竹马。话音刚落，程青兰走进来。昭云，青兰哥哥，我就是来关心楚姐姐的。方表妹不是不懂事的孩童，应当懂得谨言慎行。我方表妹要是没什么别的事，就回去吧。方表姑娘这边请。那我先去给程祖母请安。昭云，我跟她不熟，谈何青梅竹马，我对她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。我看她也没有了意，就是小姑娘的欢喜和小心思罢了，你也体谅她，不必同她生气。你既然信了她说的话，为什么不生气？我为何要生气？你为何不生气？两人互相不解地看着对方。昭云，难道柳书翁没跟你说过，你和我从小就定了娃娃亲吗？在我出生后没多久，我们两家就定下了娃娃亲。你说认真的？认真的。阿公从来没跟我说过，我不知道这个事。你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。昭云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知道我之前是当推司，在之前是当仵作的吧？我知道，祖母和柳书翁时常通信，我听祖母讲过你很多破案的事情，你很厉害。可是我们从来没见过面。在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欢喜你是因为你与众不同；昨日见到你之后欢喜你，是因为你为人坦荡，我喜欢和你相处。既然阿公给挑好了，也不是不能接受，此人也是不错的，程家众人也都很好。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。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都很满意。我给你阿公的几个老朋友写信问问他的去处，你且安心在家住几日，5、6日应该就会有回信。好的，我昨日碰到了2个朋友也来夔州了，有个朋友家里好像出事了，我想去看看。我陪你一起去。
他住哪里？不知道。无妨，我们去衙门问问。好，多谢。段景耀、白泽。朝云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楚姑娘也太厉害了，这都能找到我们。这是程青兰，多亏了她带我去了衙门，我才找到了这里。这是我的朋友段景耀、白泽。男人的直觉告诉程青兰，段景耀看楚朝云的眼神不对劲。我与朝云已经定了亲，朝云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，二位若是有需要帮忙的，千万不要同我客气。什么？你定亲了？是我阿公定下的娃娃亲，我也是近日才知道的。楚姑娘是特地来找我们的吗？是的，白泽，你家里出了什么事了？可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？或许还真有楚姑娘能帮上忙的地方。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楚朝云，可是刚才为什么心里瞬间充满了嫉妒和不甘？敏锐如他，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思，他才发现，原来他的欣赏不单纯，原来他喜欢楚朝云。这便是错过了吗？说不定他现在还不喜欢程青兰吧，好像还有机会。白泽，你家中发生了何事？我前日收到了家中大哥的来信，信上说我妹妹白银失踪了，他很着急，所以让我回来一起想办法。可报官了，多大年纪？我妹妹今年12岁了。白泽在他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跟着舅舅去汴京城了，和夔州这边家中也不经常联系。他父母去世时，他家里大哥也没来信。我们昨天到的时候，白泽的妹妹还是失踪的状态，结果今天早晨他妹妹就从自己房间出来了。这是自己回家了，这岂不是皆大欢喜？他家大哥说这小姑娘不是他妹妹白莹，小姑娘说她就是白莹，前几日只不过是和大哥吵架生气躲起来了，他俩各执一词，吵得很厉害。那到底是不是啊？我从来没见过妹妹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。我也接近20年没见过大哥了，若是有人说白找不是我大哥，我也拿不准这是真话假话，更别提从未谋面的妹妹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白莹？哥哥，我就是白莹啊！你不是白莹。哼！哥哥，我饿了，该吃午饭了。从我家出去。这里也是我家。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我放你一马。若是再纠缠，我就报了官府拿了你。吓唬我？官爷可不管兄妹吵架。敢骗到我头上来，怕过？二弟，她不是白莹。有什么矛盾？吃了午饭再说吧。白大哥，她真的不是白莹吗？大哥，朝云是很有名的推司，她推过很多案。朝云姑娘，这小姑娘真不是白莹，我敢用王父王母来发誓。我也敢用王父王母发誓，我就是白莹。白大哥，你为什么说她不是白莹？白莹5岁那年，我们父母进山砍树，遇到山洪就再也没回来，是我把小妹拉扯大的。难道我还能认不出自己一把带大的妹妹吗？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就不认我了？你是得了失心疯吗？白莹7岁那年，我就给她请了先生来家里教她，她知书达理，绝对不会像你这样说话。你是看二哥回来了就骗人吧？哪给我请过先生？我根本就不认字。哟呵，白莹小臂上有个红色胎记，你有吗？我没有胎记，你现编的吧？那你说我父亲母亲叫什么？父亲叫白鹏，母亲叫黄翠。看来是有备而来，难道是想贪图姑姑留给白莹的银子？可这般隐秘的事，这小姑娘怎么会知道？我见不远处就有私塾，为何白大哥将先生请来家里？其他孩子笑话他无父无母，我怕他受欺负，就只能另请先生来家里。你骗人，我根本没去过私塾，无父无母的小孩那么多，谁会欺负我？你们看，这几张都是小妹的字迹。谁知道你从哪里找来了这些字？根本不是我写的。当然不是你写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是白莹。听白泽说，有的街坊说你是白莹，有的又说你不是，这是为何？我不大出门，有些街坊不知道我长什么样。朝云姑娘，你一定得帮我，她真的不是白莹，我小妹失踪了，我现在该去找她才是，也不知道小妹现在是否安全。白大哥，白莹失踪前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6日前的傍晚，小妹出去买宣纸，半个时辰她没回来，我就出去找她，找了一夜。第2日我也问了附近街上的书肆，都说没见过她。不管现在家里的妹妹是不是白莹，都很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白莹12岁了吧？为什么很少出门？又为什么突然要自己去买宣纸？白家附近的街坊们连白莹到底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，这合理吗？我大哥和我小妹肯定有一个人是脑子有问题，会不会是大哥不想养小妹了？他还没娶亲，是不是嫌弃小妹累赘了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毕竟我们都不了解白长。段大人觉得呢？兄妹2人谁在说谎？既然白爪都辛辛苦苦将妹妹养大，为什么现在就不想养？我觉得白莹有问题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这2人一定会露出马脚的。那我们就守株待兔。我今晚上跟大哥一个屋挤一挤，看看他有什么异常。好，那我们就躲在白家外面守着。那我也一起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真的不行，我查案查惯了，到时候也顾不上你。我们要做的是暗中盯着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些被发现的风险。程兄还是回家吧。不到2个时辰，白莹至少换了3套衣裳。
白莹有忍不了脏的毛病吗？所以才频频换衣裳。你觉得像吗？不像。如此说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她不是白莹。白莹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闺阁女儿，说话也大大咧咧，很是豪迈，吃东西快又多，又频繁的换新衣服。除了启儿，我想不出来其他身份了。是不是？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方圆5里地内有2处启儿聚集之地，一处多数是一些老人，一处便是这里，都是半大的孩子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想打听些事情。打听是有银子吗？有饼子。我问你答，自然这筐饼子都是你们的，不按我的规矩办事，就什么都没有。贵人，你问，知道的我们一定就说。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为何会在这当启儿？是与家里人走散了，还是被人拐来的？我们可以帮忙寻找你们的家人，也可以安置你们。真的，你可以安置我们，教我们本事。衙门可是都不管我们，你们能管我们？可以，我认识一个曹帮的人，曹允知道从来不看人的来历和出身，虽是讨生活，但只要肯干，还愁没个体面吗？你没骗人。我骗你图什么？好，你问，如果我真的能帮上忙，你们也得说话算话。我叫阿文，我们都不是夔州人，我是3年前家乡闹饥荒，跟着父母一路北上来了夔州，父母死了，他们也是这2、3年里逃来的难民。据我所知，这2、3年来，整个大圣都没有闹过饥荒，可阿文的话也不像是骗人。他们本也是家中珍重呵护的孩子，如今却流落街头。你认不认识有个小姑娘，约摸着这么高，11、12岁左右？和我们一起的吗？对，和你们一起的。是阿秀吧？你们是找我吗？是我哥哥让你们来找我的吗？楚昭允无奈摇了摇头，眼睛大大的，瘦瘦的，人看着很机灵。我知道你们找谁了，你们是找阿贵。阿贵昨天就没回来，现在也不知道去哪疯跑了。大文，你先拿着这些饼子分一分，在这等我来找你，至多3日。你不能骗我们。楚昭允从腰间解下了自己的佩玉，这是信物，你收着。好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。大人，你觉得阿文说的是白莹吗？白莹和阿文他们有相似的地方。那真正的白莹会在哪里？如果阿贵就是白莹，他笃定白莹不会回来了，才会去假冒他。2种可能：一是他亲眼看见白莹离去，知道白莹不可能回来了；二是他知道白莹死了。也许来这里。白家小院的一切都尽收眼底，夜深人静，吱嘎一声，有人推开了房门。白莹鬼鬼祟祟地出了白家小院，小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，一直到了一处土地庙旁，白莹才停了脚步，随后就蹲着开始挖土，然后把什么东西埋了进去。她不是白莹，她好像走了30步。这里埋得不算深，很快就挖出来了，是首饰，不算多么值钱的东西，但可能是白莹房里最值钱的东西了。大人，我们暂时不要去问她，看她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。把首饰又放了回去，原样不动地埋上了土。这么说，她真不是我小妹。你哥昨夜有什么动静吗？她一整夜都没出过房间。进院子看他俩今天怎么闹。我昨日给隔壁镇的表姐捎了口信，她今天早晨就能到，真相马上就能大白。表姐，二弟长时间不在家不知道，姑姑虽然一辈子寡居，但是收了个义女。前不久给姑姑送丧的时候，表姐见过白莹。八成是白找在诓骗我，我可没这么傻。大哥，这是找人来演戏了吧？哪有什么表姐？等表姐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表姐，你来了。我一收到口信就来了，小妹呢？谁知方才还站在这里的白莹，瞬间就没了人影，屋里也没人。难不成他是鬼不成？我家又没有后门，一个大活人还能消失了不成？刚才我们都在大门口，他这么厉害能翻墙？白大哥，你看那儿，钻狗洞跑了。二弟，这下你信了吧？他要是小妹，他怎么会心虚的跑了？他确实不是小妹，这还多亏了表姐来这一趟。去隔壁镇上雇了个丫鬟来演戏，我怕找附近的人他都认识。这个假白莹，恐怕早就把附近的邻居也都摸查一遍了。大哥，那小妹去哪里了？和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姑娘周旋了一天，现在去找小妹，恐怕更找不着了。小妹失踪了这么久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。我去把假的抓回来。他既然敢冒充小妹，肯定是知道小妹的下落才这么做的。你去哪找他？我看他滑溜的像个泥鳅。那也得去找他问问，万一他知道呢？现在都找不到小妹，只能说明，就好好的给小妹筹办后事吧。阿贵既然敢假冒白莹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对，他埋了东西，肯定会去取。不急，白天人多，他肯定是晚上去拿。假白莹足够谨慎，等天黑透了才出现。阿贵，没想到你真是阿贵。你们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说你为什么冒充我小妹？阿贵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认识阿文，肯定看在阿文的面子上不会伤害你。我们也知道了你假冒白莹的事，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你们认识阿文哥？对呀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叫阿贵？我答应了阿文，为大家寻一个去处，不再当乞儿，也不会再流落街头。所以阿贵，你如果想不再当乞儿，
最好我问什么你说什么。你真的答应了阿文哥？你们会不会把我送去衙门？我们不会把你送去衙门，也不会生你的气。行，你们问吧。你为什么要假冒白银？我就是想偷点钱。阿贵，你要说实话。我知道白银不大出门，所以我就想冒充白银，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假的，我就能一直待在白家了。要是真被揭穿了，也至少偷到些钱。是什么让你确定白银一定不会回家？是什么让你确定白爪一定说不过你？因为白银死了啊。是你杀了他？我没有杀人，是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什么就说出来，是谁杀了白银？那天半夜里，我肚子饿出来找吃的，在客栈外面翻泔水桶，听见有声音，我就躲起来了。这街上的人我都认得，是白爪，他背了个大麻袋往外走。我刚开始以为他背的好东西，后来一路跟着他越走越远，我就有点害怕，但有点好奇他麻袋里是什么，就继续跟着他。走了很远，他才扔下了麻袋，麻袋里是白银。那晚月亮很大，我看得很清楚，麻袋里真的是白银。我听见他说什么姑姑说什么银子，我也没敢多听，我害怕，就赶紧跑了。我不知道是谁杀了白银，但我猜可能是白爪。所以你决定冒充白银。过了2天，又听说白爪满大街找妹妹，我这才想明白他是贼喊捉贼，我就让阿秀帮我打听了打听。原来前几天是白爪的姑姑死了，他那晚还说银子，肯定是他得了银子，不想给白银花才杀了他。我还怕什么？该心虚的人是他。阿贵，你还记得那天白爪背着白银去的地方吗？带我们去。如果这是大哥做的，他为什么要叫我回来和他一起找小妹？他不怕我查到真相吗？还是说小妹的死真和大哥没关系？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具体哪个位置我记不清了，我没到跟前去。仔细回忆了一番，约莫着指了个方向。白泽，你是白银的家人，我现在要问你，可以验尸吗？你们看，死者太阳穴的位置有一根银针。楚姑娘，她是我小妹吗？死者的年龄在10岁出头，女性，从这尸身腐烂程度来看，和阿贵看见的抛尸之日是对得上的。我想去买口棺材。你去吧，我和朝云在这里守着。我知道有个长生店，晚上也开门，我领你去。阿贵，谢谢你。3人将白银的尸骨敛进棺材里，又重新找了楚向阳之处埋起来。白泽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真是大哥杀了小妹，问他，他会承认吗？他既然敢叫你回来，定然是有把握让你找不到证据证明他杀了人。所以为什么叫我回来？你们记不记得阿贵说，他听白爪说的，什么姑姑还有银子？这么看来，10有8九是为财。这件事还得大人和楚姑娘帮我。这不是查案，不用找证据，直接去问白爪，不说就打一顿。我觉得大人说的对。二弟，你来了。孩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大哥写信叫我回来是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让你和我一起找小妹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找了？都耽误了这么多天了，小妹她指定是不在了。大哥，白银死了，是你杀了她，别装了。你说什么？白泽，你疯了吗？大哥，你那晚去背着麻袋去埋尸，有人看见了，跟了你一路，大哥都没发现吗？我什么时候去埋尸了？疼！光天化日，你们滥用私刑，我去衙门告你们。白泽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杀小妹？二弟，是我骗了你。说，我知道小妹死了，是我把小妹背出去埋了，但小妹不是我杀的。那是谁杀的？小妹是自杀，我发现她的时候她就死了。是小妹自己割了手腕。大哥是忘了楚姑娘是做什么的了？白银不是割腕而亡，她是在熟睡的时候被人用银针插进了太阳穴里。既然是熟睡的时候，家里除了大哥还有谁？二弟，我为什么会杀小妹？我不知道，大哥杀小妹必然是有所图。如果大哥不说的话，不如我把大哥杀了，这样不管大哥图什么，都是我的了。白泽，说还是不说？我只想要个真相。他后悔了，后悔叫白泽回来。好，我给你真相。我养了他这么多年，他这个白眼狼。小妹做了什么白眼狼的事？姑姑过世，留了一笔银子给你我3兄妹。我只是想暂时借用他那一份，可是他死活不愿意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他劳心劳力，他却不愿意把钱先借给我娶亲用。白英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白泽算是明白了白长为什么把他叫回来。若大哥开口借用姑姑留给我的那份银钱，我肯定就直接给大哥用了，根本不用谈什么借不借的。就为了几个银子，你就杀了自己的妹妹？几个银子，果然是汴京富贵啊！对你来说就几个银子啊？大哥好自为之吧。白泽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想不通，为了几个银子就杀了自己养大的妹妹。大人，我大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都到这份上了，他没必要撒谎。别难过了，我去衙门。你要大义灭亲？大哥和小妹，不管怎么选择都是大义灭亲。我只是揭露真相，还小妹一个公道。白家的事情结束了，大人要在夔州玩几天吗？你呢？我还要等程祖母的回信。阿文、阿贵他们几个安置孩子们的事就交给我和白泽吧。那便辛苦大人了。耽误了你和程青兰相处的时间，虽然是自小定下的娃娃亲，也得知道他的为人。我也想清楚了，不能为了省事就认了这门娃娃亲，我还是得多了解了解程青兰。若她非我良人，我也好及时抽身。
是这个道理。楚姑娘，表姑娘在偏厅等您。哦，她怎么又来找我？冉月表妹这是又来找我了。月儿上次来找姐姐，并非是故意说谎，只是心中爱慕青兰哥哥。月儿已经知道错了。冉月表妹知道错便好，若是谎话说多了，亲戚也便不亲了。楚姐姐欢喜青兰哥哥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若是楚姐姐对青兰哥哥谈不上欢喜，可否把青兰哥哥让给月儿？冉月表妹，若是你和程青兰两情相悦，我自然不会掺和在你们中间，这娃娃亲自然也是不作数的。可是实是，程青兰并不欢喜你。我相信早晚有一天，青兰哥哥一定会知道我的心意。楚姐姐刚认识青兰哥哥，又何必执着？冉月表妹喜欢程青兰，你应该去找她，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楚姐姐以为有娃娃亲就能和青兰哥哥成亲了吗？真的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，我并不是很想听。楚姐姐，那我们走着瞧，看看究竟是谁能进了这城府。真是晦气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去跟着师傅学武，更不如和段大人讨论查案之道。程青兰兴高采烈地来找楚昭云。昭云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们成亲后就搬出去住，我找了处宅院，位置极好，我想带你去看看。成亲？你已经想这么远了吗？青兰，我日后不一定是要在夔州的，不在夔州，也可能会在襄阳府，这都没关系的。襄阳、应天、江陵也都有程家的医馆，想来定居也不是难事。可若不是襄阳，也不是江陵呢？若是青州，或者是汴京，你会跟着我去吗？程青兰一愣，犹豫的意味太明显。程家的家业都是他在打理，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。昭云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不该想这么远。没想到这么快收到回信，只是该怎么跟昭云说呢？唉，程祖母，昭云丫头来了。程祖母，去寻我阿公下落的信，有回信了吗？正巧今天收到了回信，你阿公在汴京呢。汴京？难不成阿公是去寻我去了不成？我可以看看信中写了什么吗？信中还写了些私事，不便给你看。程祖母，关于和青兰娃娃亲的事，我想说声抱歉。这是怎么了？青兰惹你生气了？不是之前还好好的吗？没有生气，青兰很好，是我的原因，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没你说的这么严重，结亲本就是要双方都愿意的。我和你阿公之前也是说这娃娃亲得你俩都愿意才作数。昭云啊，能告诉祖母你因为什么才改变了想法吗？程祖母，您认识我阿公，肯定知道我们的生活很简单，我以后的生活也是会以差事为主，我大概不会留在夔州。青兰还小，不能让这娃娃亲耽误了她。不是夔州也无妨，襄阳府也很好。以后的路在哪我也不知道，没道理让青兰跟着我到处跑，况且程家也需要她，比我更需要她。我年纪也大了，想替你们操心也使不上劲了，只是这感情的事现在也说不准，不如就顺其自然吧。程祖母，我打算启程去找我阿公了。信里说要瞒着，可是能瞒多久呢？让楚昭云自己去寻吧，只希望到了汴京他能撑得住。楚昭云辞别了程老太太后，回汉但院给程青兰留了封信，交给了回乡，便直接出了城，直奔乔梦如借宿的寺庙后，等他的只有一封信，里面有他自己的练武心得，让楚昭云先自己悟，3个月后再到朱家区镇找他。程青兰收到了楚昭云留下的信，心里万分着急。祖母，昭云只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昭云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你跟昭云都是好孩子，前前后后他知道娃娃亲的事不过才几天，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考验。祖母，我想处理完手头的事，去汴京找昭云。老二，还有房吗？客官里边请，还有间上房。我们客栈虽然在城外，但一定能让您住得舒心。客栈西边啊，就是咱们京兆府的粮仓，近得很，那儿守备森严，巡逻的人昼夜不停的，所以客栈这也安全。甚好。睡梦中，突然有人大喊：“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都醒一醒！”哪里走水了？是西边的粮仓，快要烧到客栈来了。粮仓还会着火？老子活了30年了，也没听说过哪府的粮仓着火。别管了，趁着大火还没烧过来，赶紧走吧。这里着火，城门处可有人会看到？望火楼设在何处？需不需要有人去示警？这么大的火，城门上肯定有人看得见。我们掌柜的怕城门上的人犯瞌睡，也已经去示警了。看，我们掌柜的回来了。今晚的住店银子都退了，你把客栈楼值钱的东西赶紧都搬出来，我先去救火了。直到天亮了，火才灭了，粮仓整个都烧没了，再没的东西烧了，火才停了。大人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先救人，找找还有没有人活着。大人，昨夜粮仓中分专支、副支、所由、斗子还有巡逻的官差，一共52人，全都遇难。完了，我这个知府怕是要做到头了。刘主簿，你留在这，我去写折子上报。刘主簿，火灭了，归家去吧，这有衙门的人。刘主簿，方才听说有52个人，我数了2遍，要是我没数错的话，这里有53具尸体。什么？还真是53？怎么回事？快回去拿粮仓的名册来。
多谢姑娘，这可能是个关键线索。楚昭云，你俩怎么会在这？我们昨日详细问了阿文饥荒的事，阿文他们几个有3处竟然是粮仓着火了。大人看着舆图推测，从西南向北是在一条线上的。京兆府也在线上，我们推测京兆府可能也粮仓失火过，所以想来调查一番。没想到正遇上这一幕，难道是有预谋的纵火？阿文他们家乡粮仓都是小范围失火，粮食亏损的也少。城中许多富户甚至都不知道有饥荒的说法，他们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，只是几个穷的村落遭了饥荒的难，还被赶出了城。京兆府离汴京城这么近，蓄意纵火的话，胆子也太大了。昭云为何会来京兆府？我阿公在汴京，我去找他，走的京兆府这条路。昭云，如果京兆府的粮仓着火，真是有人蓄意为之，你能帮我一起查吗？大人要查京兆府的事吗？皇城司的职责，粮仓着火这般大的舆情，若是传到了汴京，宫里也必定会派皇城司来。若是传不回宫里，可能是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官职故意瞒着，也可能是有朝廷中有知情人拦下此事。我们一起查。阿公在汴京应该是无恙，否则程祖母应该就告诉我了。刘主簿，粮仓名册拿来了。快，1、2、3、51、52，就是52人。仵作呢？人呢？刘主簿，仵作还没到出宫的时辰，还没来。刘主簿，我家周氏仵作世家，我此番来京兆府也是想报效衙门，不知刘主簿能不能给个机会？你一个小姑娘能干得了验尸的活？可以的，现在衙门仵作还没来，与其等着，不如让我试试。这人都是大火烧死的，你验能验出来什么？据我所知，粮仓中监官和巡逻侍卫都有统一着装，若是有外来者，能根据衣服找出来。都这样了，也能验出来吗？可以的。那你试试。楚昭云心思沉重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检查身体。如何？有没有外来者？还真有，虽然衣裳都一样，但有一人显然是伪装成了粮仓中人。刘主簿看这人，他的外衣虽和其他人一样，可他的里衣袖口上绣的鹰可是用了金线的。这人肯定不是粮仓的。此人应该对粮仓很熟悉，因为他也是呛死的，不是烧死的。快，把这具尸体单独收押。大人，可是要亮明皇城司的身份，怕是会打草惊蛇。那咱们自己查，不用想也知道，知府大人现在一颗心都扑在了自己的乌纱帽上。昭云，你记住那里衣的布料和花纹样式了吗？记住了，粮仓被烧，米铺里的米定然会涨价，到时候买不起粮的人就只能流离失所。不仅是买不起，很可能根本买不到。富户们怕饿着自己，就算家中有粮，也会疯狂的买粮囤粮，以求个安心。闪开，都闪开！一小孩驾着马尖叫着从大街另一端跑来。小心，这马受惊了！万景耀越步踩上店家的桌子，一个飞身奔向疯马，抱住了受惊的小孩。一旁的白泽立刻抓住马绳，跃身上马，用力一握缰绳。可马停下后，依旧在狂躁的原地踏步。楚昭云见马不曾抬后蹄子，便上前去观察了几息后，飞快地从马后腿上拔出了一根针。多谢相救。你家大人呢？堂弟，是下人们无能，让您受惊了。尹凡，你是无能，连我的马被人扎了针都不知道。我要回家告诉我爹，让我爹杀了你们。扎针？若不是这3人，我恐怕早就摔死了。举手之劳，可有受伤？没有，你们是外地人。今日初到京兆府，给你这个，你救了我，想要多少银子？拿着玉佩来银府找管家。小公子，可否问个路？问，想问问小公子，这京兆府哪家酒楼最好？哪家客栈最好？哪家布庄最好？洲际酒楼、无忧客栈、锦罗布庄。多谢。小小年纪如此霸道，看来这尹府在京兆府算是有头有脸的富户。你先去无忧客栈，我跟昭云去锦罗布庄，中午在洲际酒楼会合。你阿公在汴京？是啊，谁能想到我从汴京离开，阿公却去了汴京。那你去寻阿公，程青兰怎么不和你一起？我一个人习惯了。确实，你和一般女子不同。2位客官买布料还是成衣？有什么需求，锦罗布庄一定能满足2位客官。布料想做礼仪。客官您看，这些都是做礼衣的布料，这段平滑光亮，极为细腻，客官可上手摸摸。楚昭云一言，上手摸着布料。不是这种，我想找一种礼仪的面料，摸起来轻薄柔软，有弹性，摸起来和绫这般斜纹织法不一样。我想想，客官说的是皱布，轻薄柔软，有弹性，平纹织物。对，我就是寻它。这可不巧了，今年产的皱布早就卖完了。卖完了。今年年初，尹府和慕容府各购入了大量皱布，剩下零散的卖了些散客，4月里布庄里就没了皱布。大人，买皱布的散客怕是不好查。如果粮仓失火是蓄意纵火，背后之人定是非富即贵。散客先不管了，先探探尹府和慕容府的底。这怎么探？难道拿着尹小少爷给的玉佩去尹府？你们松手，放开我，快点放开我！姑娘省些力气吧，老奴也不想弄疼了姑娘。放开我！这是在作何？姑娘救我！我不认识他们，救我！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掳了去，恐怕不是给人做妾，就是被卖去花楼。
放开他！救我！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简直大胆！这世道有这般侠士，才有太平盛世。我并非是强抢民女，她是我妹妹。我不认识她。灵儿，别闹了，家中小妹顽皮，与父亲发生了争执，就离家出走了。我只是带小妹回家，多谢二位侠士对小妹的关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一同去衙门，是不是兄妹自有定夺？话我已经说明白了，二位再挡路就是不识好歹了。两个侍卫根本不是段景耀的对手，段景耀用了不到1成力就把两人打倒在地。武功不错，是我小瞧你了。我知侠士是好意，但这是家事，莫要好心办了坏事。燕灵，别闹了。松开，多谢两位侠士出手相救，是我撒谎了，他是我哥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？是真的，我不想回家才扯了谎话，对不住了。既然真是兄妹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等等。是我对不住二位，这是我的佩玉，可拿着去尹府找管家。尹嫣玲还没说完，就看见楚昭云手里晃着一块一模一样的佩玉，还真是一家人啊，行事风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尹嫣玲和尹聪也大吃一惊。敢问侠士，此佩玉从何而来？今天上午救了个骑风马的小孩，他给的。幼弟尹之前日刚得了一匹好马，定是尹之。侠士这般身手，可来我尹府做事，尹府定会优待侠士。我与弟弟妹妹只是来京兆府游玩几天，不会久留。不能得侠士这般英勇善良之人的相助，是我尹府没这个荣幸。我们初来乍到，相遇即是缘分，不知可否在尹府借住几日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们便叨扰了。大人，楚姑娘，我来晚了，这粮仓着了大火，米铺涨价倒是意料之内，谁能想到客栈竟然也涨价了，关键是柜还紧俏，满房了。无妨，有住处了。对了，朝云，我师姐呢？我师父害怕见到你，都抛弃我了。师姐怎么还是这么孩子气？不想见师弟，大概只是个幌子吧？肯定是有不得不离去的事。那之后我教你。师父给我留了册子，我自己也行。大哥，你们这样逼我，真的是对我好吗？燕灵，你扪心自问，家中哪一人不是为你好？哪一人不是从小宠着你，爱着你？你也多为父亲和大哥，我想想，别任性了。你们不怕我去死吗？你舍得死吗？等找到尹府时，三人大吃一惊，这从外面看着比长公主府还大。各位可是聪哥请来的贵客，我是聪哥院里的管事，姓田，是特来请各位贵客入府的。贵府大气非凡，却又处处精致，真是妙哉！这府上一石一木都是老太太亲自挑选的，都是上好的佳品。还请问田管事，尹府这般家大业大，做的什么生意？尹家是种茶叶起家的。这是三姑娘的院子。这可是姑娘的贵客楚姑娘，楚姑娘，这是三姑娘身边的丫鬟小月，楚姑娘这几日便住在三姑娘院子里。楚姑娘请，三姑娘在院子里等您呢。楚姑娘，尹姑娘借住几日，叨扰了。多谢楚姑娘今日救了我家幼弟，又对我家三妹妹拔刀相助，真是要谢谢楚姑娘了。我是灵儿的大嫂。楚昭云问了好，韦大娘子又拉着尹嫣玲关心了几句，才离了云怡院。楚姑娘请坐，在我院里不必拘礼。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了吵闹声，小月，你出去看看，什么事？过了片刻，小月脸色发白跑了进来，说吧，没什么可避讳的。上午跟着之哥出门骑马的那几人，除了尹凡，其他人都被老爷下令打死了。啊，那院子外面吵什么？见尹嫣玲这反应，打死下人在尹府里像是很平常的事。几个小丫鬟吓着了，已经警告过他们了。楚姑娘，你知道我为何要离家出走吗？你大哥说你和父亲发生了争执，父亲逼我嫁人，我不愿，便停了我的吃穿用度。我不想再留在家里过这样的日子了。你父亲对你不好？父亲对我很好，家中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可没有人在意这种好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。父亲也好，母亲也罢，大哥二哥也一样，都是想要掌控我，都是想拿我的亲事换前程罢了。平日里没人听我说这些，我今日也不知怎么了，竟对着楚姑娘抱怨起来了。楚姑娘先去休息吧，傍晚过后再带你去见父亲母亲。楚姑娘救了幼弟，府上要郑重答谢的。客房里的熏香是上好的檀香，楚昭云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贵客面前这么莽撞，失了分寸。小月哭得泣不成声，看向尹聪，三姑娘死了，她在这。小月，你究竟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尹姑娘呢？嫣玲死了，是你杀了她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杀尹嫣玲，若是尹嫣玲真的死了，那就报官验尸。尹家也是京兆府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说话做事都要讲证据。小月，你过来。姑娘在房里歇息，说到了用晚膳的时辰再叫她。我看天擦了黑，就去叫姑娘起来，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，我就伸手试了试，姑娘已经没气了。那为何认定凶手就是我？这院子里也没有外人，姑娘下午也只和楚姑娘接触过，所以说全无证据，只凭你一人的猜测。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，
我不知道姑娘怎么死的。尹兄，我们此行在京兆府不过停留几日，不可能杀害令妹。丫鬟毫无根据的话，相信尹兄也不会相信这无稽之谈。几位救了幼弟，又对小妹出手相助，我也是相信几位才带来家中借住。可是小妹如今无缘无故身亡，院子里也没有别人，楚姑娘身上嫌疑实在是大。无凭无据，难道尹府打算不经过衙门就给人定罪？事到如今，报官吧，是非自有衙门来定夺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衙门来不来都一样。哼。大人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和白泽在，一定护你安全。对，楚姑娘放心就是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父亲提前回来，怎么没遣人到府说一声？儿子好出城迎接父亲。老爷，燕玲遇害了。大人，楚姑娘，你们说尹聪是不是凶手？他的反应像，但他一整个下午都和我们在一起。爹，一定查清楚谁想害我，我怀疑是尹凡。怎么可能是他？他是你的堂哥，怎么可能要害你？听话，你的事稍后再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回来就听说燕玲出事了，他人呢？父亲，燕玲死了。我让你劝他，你就是这么劝他的。父亲，是他害了小妹。你们是谁？我兄妹3人初到京兆府，在城门外遇到粮仓失火，还帮刘主簿验了尸。刘主簿也看过我们的录影。楚昭云把事情前后细说一番。你杀了燕玲？不是我下午一直在客房中休息，并未外出过。况且我来尹府不过2个多时辰，我怎知尹燕玲院子里的布局？怎么能到了她卧房杀人？又怎么避开院子里这么多洒扫的丫鬟？出了事总得报官。不可，谁都不许报官。和慕容府的婚事刚定下来，不能让人知道燕玲已经死了。父亲，这是瞒不住的。慕容府的人没见过燕玲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这婚事不能变。好，从儿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逼死了你妹妹？她不愿意嫁，所以自杀了。父亲，我并未对妹妹说重话，她是不愿意嫁，可她也知道该为尹家做些什么。燕玲自小爱惜自己，跌倒了都要躺上2天，怎么可能自杀？若是想知道自杀还是他杀，可以验尸。你既能帮刘主簿验尸，也定能给燕玲验尸。等查明了真相，这几个外地人一个也别想活。没人给我带路吗？楚姑娘这边，还烦请尹姑娘的母亲和大嫂同我一起前往吧，也好做个见证。2个时辰前我出来尹府，便见大嫂在尹姑娘院子里，那是大嫂没觉得尹姑娘有什么不对。燕玲死前你见过她？是母亲，我听官人说燕玲有些受惊了，便拿了几盒人参过来看她，她并没什么不对劲的。父亲母亲都疼爱妹妹，我们做兄嫂的也是一颗心为了她好。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想不开的？燕玲一定是被人害了。人确实已经死了，躺在床上，有过挣扎的痕迹，杀人手法不高明，却很凶残。尹燕玲不是自杀，是被人害死的。去院子里说。不知几位家在何处？青州。青州来的，就算是有家室的人，杀了也无妨。什么结果？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是怎么死的？现场有没有留下证据？尹燕玲眼开睛突，口鼻中有青色的血水，脸上的血印是赤黑色。到底是什么死因？是被施脂溺死的。从儿下令关闭府门，任何人不能进出。姑娘姓楚。正是。现在只有一个法子能够证明楚姑娘不是凶手，那就是找出杀害燕玲的凶手。我可以找出凶手，现场留了蛛丝马迹。如此甚好。我需要府上一些配合。要怎么配合？我要查看今年府上哪个院子领了哪些布匹。尹延川朝身边人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去拿。那个尹兄，茅厕在哪？吃坏肚子了。尹聪皱着眉，安排小厮领着白泽去茅厕。老爷，这是今年府上布匹发放和领取的记录册子。但紧要知，这册子上没有杀人凶手的线索，却可能有纵火致人的线索。心里默念着咒步，楚昭云仔细翻着册子。册子已看完了，谁是凶手？楚昭云稳稳站定，眼睛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。凶手就是丫鬟小月。冤枉！姑娘待我这般好，我怎么会杀姑娘？为什么杀她只有你自己知道？楚姑娘凭什么污蔑我？有什么证据？莫急，湿纸若是想闷死人，得是一层一层的往人脸上扑。敢问凶手是把纸张打湿了带进去，还是把纸张带进去，在尹姑娘的卧房里将纸打湿？打湿了带进去，屋里必然会留下水渍。凶手是在燕玲卧房里将纸打湿。卧房里的水盆我看过了，很干燥，并且屋里任何地方都没有水渍。这说明事发之后，尹姑娘卧房里被人仔仔细细打扫过。就算如此，楚姑娘不赶紧找凶手，作何要污蔑我？尹姑娘的手腕和脚腕处都有被绑过的痕迹。你胡说，姑娘身上没有被绑过的痕迹。这正是我想说的地方。尹姑娘四肢的裂痕淡到让人看不清，因为用来绑人的不是绳子，而是丝绸，这根本瞒不过一个仵作的眼睛。诸位若是不信，可以去请衙门的仵作来看，那丝绸方方正正的叠着，就在尹姑娘卧房外间的软榻上。试问
是谁如此熟悉这丝绸该摆在哪里？楚昭云说的种种都指向小月，尹府众人大半都信了楚昭云的话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理由杀害姑娘。你有，你杀尹嫣灵是情杀。楚昭云初见小月时，说不上来小月哪里奇怪，可仔细观察之下才发现，小月的衣裳装扮全然不是丫鬟的样子。一旁的尹母自顾给了小月一巴掌。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安分的，也就是燕灵心善能够容你，你竟然敢杀害我的燕灵，你这是看上了慕容府的哥儿，你也敢？我不是，我没有喜欢姑爷，小月真的没有。你否认喜欢姑爷，却不否认杀了人。我没有杀人，我也不喜欢姑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尹延川瞥了小月一眼，随后跟尹聪耳语几句，便扬长而去。爹爹，轮到给我查谁要害我和我的马了。真是小看了你，连主子都敢杀。就是我杀了尹嫣灵，你杀了我啊！现在就杀了我，为什么不杀了我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，当初就不该放过你。勾引主子的人能是什么好货色？好端端的，你又翻着旧账作何？哼，我本是良家女子，是你们尹家族里的人趁我父亲病重缺钱之际，将我买了送进尹府当丫鬟。你们可知我父亲为何病重？根本就是你们搞的鬼，为的就是送我进府里。幸亏当初发现这丫鬟不检点，找了个由头将她赶出了自己院子。就算是被人送进府里的，你不生出非分之想，难道尹府还会亏待了你？小月看向尹聪，眼里是热忱和希冀。从入了奴籍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自己失去了爱的权利，我就是地狱里的人。可见到你，我忽然感觉世上还是有阳光会照到我身上的。可我也知道我是个奴才，不该肖想主子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做。闭嘴，令人恶心。我没有多和你说一句话，更不敢多看你一眼，这也算勾引吗？去年我被赶出院子，我恨你不曾为我主持公道，任由为大娘子羞辱我。可我也爱你到了极深，因为我知道你不知我心意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可如今听你说了恶心二字，我才觉得不值得。你心中欢喜尹聪，可这和尹嫣灵有什么关系？尹聪，我是为了你啊！他知道了你的秘密。你死到临头还敢拉我下水？什么秘密？他说的是什么？难道嫣灵的死和你有关系？我看你是糊涂了，他是故意这么说，就是挑拨离间。你是不是在外头养人了？胡说八道。楚昭云还想继续听，却突然察觉到段景耀拽他胳膊时的力气之大，也不多问，闷头跟着段景耀往院子隐蔽处跑去。尹延川下了杀心，尹聪解决完小月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大人，白泽还在尹家。白泽去取你我的行李了，估计他早就出府了。三人找了个小客栈，先暂时藏身。大人，小月说尹嫣灵发现了尹聪的秘密，尹府和粮仓纵火究竟有没有关系？咒簿上有什么线索吗？尹府确实在年初购入了大量的咒簿，但是分发给了府上每个院子。大人，楚姑娘，接下来咱们怎么查？再进尹府可就难了。既然一时半会去不了尹府，不如去慕容府。尹延川敢找人顶替尹嫣灵，就说明慕容府的人没见过尹嫣灵。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有我在，你放心就是。次日一早，三人去成衣店购买了新衣裳，直奔慕容府。带上这个。姑娘是谁？可有拜帖？我是尹家三姑娘尹嫣灵。三姑娘稍等，我去简哥院子里通报一声。慕容简没有见过尹嫣灵，瞥了一眼女子腰间的佩玉，确实是尹家的人。在下慕容简，嫣灵妹妹专安。简哥哥安好，此番是我贸然打扰，并未准备拜帖。无妨，不知今日嫣灵妹妹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事？确实，此次是我私下来找简哥哥，还请简哥哥帮个忙。嫣灵妹妹请说，我定会尽我所能帮你。母亲说要在嫁人之前教我掌家的本事，要我3日之内理出府中今年的布匹记录，分明就是故意为难我。简哥哥把慕容府的布匹分发册子借我抄录一份可好？我用来应付一下母亲。这有何难？一顿饭的功夫，白泽抄完了册子。多谢简哥哥帮忙，今日冒昧登府，多有打扰。嫣灵妹妹无需这般客气。难不成你要纵容尹三姑娘这般偷奸耍滑？她可是你未来大娘子。南山，你是不是没睡醒？怎么了？她不是尹嫣灵，尹三姑娘绝对不可能自己找来慕容府。也是，像尹家这样富户家的女儿，恐怕11、12岁就开始学习掌家之事了。你都知道是假的了，怎么还有求必应？布匹册子又不是什么秘密，她想看就给她看，我只是好奇她的目的。对啊，查布匹这算什么？我已经派人跟着他们了。大人，慕容府里所有的咒簿全给了一个院子。什么院子？绣丹堂。一会儿天黑了，我去这个院子探一探。在客栈的小房间里待着，楚昭云只觉得坐不住，必须再去一趟尹府。什么事？有没有拜帖？我是尹嫣灵的好友，方才收到尹家人的消息，只说让我速速来府上。进府后，楚昭云直接朝着尹嫣灵的院子而去。院子角落里是安排给丫鬟住的房间。楚昭云匆匆换上一套丫鬟的衣裳，出了院子便一路寻去了韦大娘子的院子外。这挺沉吧？我来搭把手。你是谁呀？
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叫阿云，本来是三姑娘院子里的人。阿云姐姐，你能想到来韦大娘子这里就对了。何出此言？韦大娘子最是善妒，但阿云姐姐你姿色平平，大娘子一定不会把你赶出去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原来姿色平平也有好处。我听说三姑娘身边的小月，原先也是韦大娘子院子里的丫鬟。这可不兴说，你去廊下等李嬷嬷出来，让她看看能不能留你，有没有差事给你做。多谢。请问哪位嬷嬷是小厨房的掌事？往里走，穿蓝色衣服的蔡嬷嬷。蔡嬷嬷，我是三姑娘院子里的阿云，李嬷嬷让我以后在小厨房帮工。你先去把这2筐菜洗了，水井在窗户外头。楚昭允二话不说就抱起筐子往外走，小半天的功夫，楚昭允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阿云，你过来。蔡嬷嬷，可有什么差事给我？蔡嬷嬷看着楚昭允，心里满意极了。阿云，你以后在小厨房就是咱们自己人了。我一定管好自己的眼睛和嘴。三姑娘院子里到底怎么回事？嬷嬷还不知道，三姑娘死了。我们虽然知道三姑娘死了，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不是都快成亲了，不可能想不开啊。三姑娘不是想不开，是被人杀害的。是谁？是小月，是以前在这院子里洒扫的小月。就是她。那就是了，我就说三姑娘肯定不可能想不开。蔡嬷嬷好像很了解三姑娘。我以前是大娘子身边的人，主角和大娘子对三姑娘可是倾心培养，旁人求都求不来这样的日子，三姑娘怎么可能想不开？尹府的姑娘可不只有三姑娘一位，可别的姑娘都没有三姑娘的待遇。他们精心培养尹嫣玲，只是为了生育联姻而已。尹嫣玲死了，他们的第一想法是找人顶替身份补上。那我问嬷嬷一句话，三姑娘高兴吗？三姑娘确实整天郁郁寡欢的，脸上也没个笑模样。三姑娘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，或许那些好对三姑娘来说是枷锁。阿云，我真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是个脑子清楚的。嬷嬷抬举我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小月现在还活着吗？我瞧见葱哥儿一剑把小月刺死了。小月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她很会照顾人的。她扫洒的时候碰到小虫子都不敢踩死，我以为她胆子很小的。小月为什么杀三姑娘？难道是三姑娘对小月不好，小月记恨上了？蔡嬷嬷，我先回趟三姑娘院子，把我的包袱拿过来。好。我是韦大娘子身边的人，来收拾三姑娘的遗物。小月的尸身抬走了吗？我们几个把小月搬到柴房去了。今天来就是要将这卧房搜个底朝天。楚昭云将榻上、案上和桌子、椅子底下都摸了一遍，柜子里和箱子里也都翻了一遍，最后还真让他翻出了东西，是本画本子，其中几页有明显的翻折痕迹，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对于试纸闷死这一手段，只是寥寥数语。谁看了画本又将它塞进了瓷瓶里？是尹嫣玲还是小月？若是尹嫣玲，难道是尹嫣玲授意小月杀了自己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。一直压抑自己的尹嫣玲，为了不嫁给陌生人，便动了自杀的念头。楚昭云又去了柴房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我就说他们是兄妹，让你别掺和他们的事，你不听我的，现在可好了，你丢了命真是什么也没了。如果你敢喊叫，我就杀了你。我无意伤害你，只是想问你些话。你是谁？我是三姑娘院子里的洒扫丫鬟芬儿。你是谁？我是韦大娘子院子里的丫鬟。有几句话要问你。你问。你和小月什么关系？我是小月的朋友。我也是小月的朋友。既然如此，你更该跟我说实话。我们都是小月的朋友，你又何必用刀子吓唬我？真是吓死我了。对不住了，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尹聪和尹嫣玲兄妹之间有什么事？我胡乱说的。你不信任我，若是有内情，你不想为小月报仇吗？可别说这样的话，咱们能做什么？如果真有冤屈，你不想还小月一个公道吗？能有什么冤屈？小月是自愿的。什么意思？小月之前跟我说，半个月前三姑娘撞着聪哥和人商讨大事，三姑娘听了一会儿便匆匆带着小月回来了。什么大事？不知道，小月没和我说，只说三姑娘知道了聪哥的秘密，恐怕会坏了聪哥的大事，她想维护聪哥，就问我该怎么办。你是说为了心上人，小月杀了对自己很好的三姑娘？芬儿，小月爱看画本子吗？你识字吗？我们都不看的。你骗我，你不知道小月不识字，你不是小月的朋友，你到底是谁？有人来了，来者是来处理小月尸体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会害你的，放心。大人，白泽，一天没见着你人影，可把我们急坏了。衙门那儿只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火，也没什么动作去查。我傍晚去了慕容府，找到了那些皱布，应该不是慕容府。那些皱布看起来都是用来给小孩刺绣练手的，绣得很差。我今天白日是去尹府了。楚姑娘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有收获。大收获。
楚昭云将自己在尹府的所见所闻都仔细讲了一遍，所以我推测尹嫣玲和小月无意间听见了尹聪所谋划的事，而尹嫣玲又因为长期压抑自己，动了自我了结的念头，从画本子里学了法子，让小月帮他。小月本就感念尹嫣玲对她的好，对她唯命是从，又加之小月爱慕尹聪，不想尹嫣玲坏了尹聪的大事，所以小月杀人实则是一举两得，很合理。楚姑娘，你可太神了，一出手就有这么大收获。大人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小心！大人，剑上有旨，明日5时，洲际酒楼天字1号房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给我们送消息？会不会是尹聪的行踪？那我们明日去不去？会不会是陷阱？去！既然对方想让我们去，且去看看他们是什么目的。大人是个男子，看着像个文弱书生，穿得挺好的。再等等看。魏兄，我该做的已经做完了。至于大人答应我的事，什么时候能兑现？等事情都办妥了，尹兄自然能得到想要的。之前可说好了，只要粮仓失火，大人就把汴京府的茶叶生意都给我做。隔壁房间里，3人将碗扣在墙壁上，耳朵贴上去，竟然真能将隔壁的声音听个七七八八。粮仓失火，果然和尹聪脱不了干系。尹兄难道怀疑大人的话？自然不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本来不是说好的吗？只是这纵火计划突然提前了1个月，茶叶生意这事还没疏通完关系，莫急。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等着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干出一番作为来，好让令尊把家业彻底交给你？欲成大事，需有耐性。若是闹到了汴京城，陛下派人来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陛下不会知道。也是，有大人在汴京周旋，我瞎操什么心？这蓄意纵火毁掉粮仓的人，竟然是汴京城朝堂里的人。惊讶之下，手一滑，碗就摔在了地上。有人，魏兄先走，从后门。谁在里面？大人，怎么办？会有人来给我们解围。谁？给我们送消息的人。大人，这门撞不了几下。尹秀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同门叫上进了？总归是打草惊蛇了。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偷偷查的程度了，必须得回京告知陛下。真没想到，竟然是慕容姐，她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是她，不过也说不上是帮我们，很可能是想借我们的手。除了尹聪，他们不是亲家吗？那日我们去慕容府，从头到尾慕容简就没信过我们。那他为什么配合我们？大抵是想知道我们目的是什么，定是我们一出府，他就派人跟上我们了。他们熟悉京兆府，我们应该是没甩掉尾巴。3人经过商议，一致决定立刻回汴京。不管这3人是何来头，若不是他们上门假扮尹延龄，我也不会去尹府。不去尹府，也就不会知道尹府出事了。尹延川竟然打算鱼目混珠，那可是他亲生女儿。哼！等尹府倒了，你慕容府可就是京兆府首富了。南善，看破不说破才是得体。主子，回吧，这几日你也操劳了。无妨，这事完了也能闲几日了。主子在锦楼布庄留下线索，没想到引来的不是衙门的人，而是这3人。只不过这2日看下来，这3人还是过于单纯。尹聪绝对想不到，尹楚昭云查他的人和让他纵火的，竟是同一人。单纯不代表没本事，我看他们心中有自己的坚持，一定会接着查下去。他们的本事怎么能和主子相比？所有人都在主子的算计里，还是主子厉害。或许他们才是执旗的人。人外有人，魏善仪从来不会小看了任何人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，毕竟不知那3人能不能查到韩文。晚些时候，我进烫宫。可那人若是陛下，不可能。若是整个朝堂上只剩最后1人为民为大圣，那这个人必定是陛下。找到你外祖父后，就回襄阳府吗？目前是这样打算的。等粮仓纵火的事查清楚了，大人记得写信告诉我。估计得查一段时间，你和程清了案，顺其自然吧。齐叔翁，小丫头找我。我是楚昭云，我来找我阿公。你是老柳的外孙女？对，是我。我阿公可是来找齐叔翁了。丫头，你怎么找到我这来了？难道我又晚了一步？阿公又去别的地方了。齐老翁有苦说不出口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丫头，你阿公他……阿公怎么了？有什么事齐叔翁说就是了。你阿公没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？你阿公死了，你阿公正是怕有什么意外才想瞒着你，谁成想真出意外了。我阿公死了，尸身何在？葬在何处？永秦伯爵府给收的尸，葬在何处我也不清楚。去哪？找你父亲还是找你大哥？找母亲秦大娘子。昭云来了，怎么不提前跟母亲讲一声好去迎你？母亲，我阿公死了，是永秦伯爵府收的尸。你阿公虽去了，可你还有咱们这一大家子亲人。好孩子，别伤心。明儿快去请府医来。你是楚伯母，我是昭云的朋友段景耀。皇城司段大人。楚伯母，柳阿公的事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一日府内小厮回家探亲，路过菜市口看热闹，结果见那刽子手要砍的人是柳叔翁，便赶紧回府告诉了母亲。既然是楚昭云的祖母认领了尸体，就不会是认错人的情况。二姑娘并无大碍，只是心悸受惊，暂时昏迷。
睡觉休息够了也能醒过来。那就让他睡吧。是。大人怎么来了？柳阿公的事，我今日下午去衙门问了。衙门怎么说？是一家姓曹的报的官，说你阿公杀了他儿子，又偷了他的银子。这不可能。我去看了衙门的判词，写的倒是合理，上头还有你阿公的画押。我也不信柳阿公会杀人。等我们找到那家，整个曹府都空了。这分明就是阴谋。眼下应该也想明白了，柳阿公是故意瞒着你来的汴京。我知道。这说明柳阿公所行之事，并不想让你知道。不管是什么事，我都得弄清楚。我去几个钱庄查了查，在柳阿公出事的不久前，曹家存了一大笔银子，过了2日又都取走了。大人，从钱庄的记录来看，能查到曹家去哪了吗？查不到，但查到了往钱庄给曹家存银子的人是谁。是谁？吴建清，都知道他是高谦麾下的人。高谦是何人？辅国大将军，正二品。不管是谁，我都得查。我们一起查，一定能查出来。多谢祖母替我阿公收尸。丫头，苦了你了。祖母，真的是我阿公吗？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确实是你阿公。祖母，我打算开棺验尸，你做什么祖母都支持你。祖母，我阿公何时来的府上，又是何时被斩首？你去了宋府后的第4日，你阿公就来了府上，又过了5日，就我阿公在府上时，可有和祖母说什么？楚老太太张了张嘴，却没说话。祖母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吧。状告阿公那人的家中早已人去楼空，他们是拿钱办事，故意陷害阿公。好，祖母知道什么都告诉你。你阿公当年一直怀疑你娘死的蹊跷，但也没和我们说什么。府上我管得严，自然不可能有人陷害你娘。这次你阿公来汴京，好像是你娘的死有了线索。朝云丫头，你说这都14年过去了，你娘的死还会有新的线索吗？也许阿公又想起了当年遗漏的线索，或者想通了以前没想通的地方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朝云，永秦伯爵府就是你的家，听祖母的，留下来吧。的，我以后就在这里，不回襄阳府了。阿狗，我不会让你枉死。段景耀和楚鹤亭一听就知道楚朝云这是打算验尸了。阿公是仵作，他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不会怪我的。一边哭着，楚朝云一边检查着阿公的尸体。是阿公被斩首死了，也没别的线索了。大哥，我和段大人要去查些事情，大哥先回吧。好。吴建清平日都在衙帐，除非他出来，否则你见不到他。辅国大将军更是见不到。难道我查不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你今日问过你祖母了吗？有什么线索？祖母说我阿公来汴京城这一趟是为了我娘的死，必定是有了关键线索。或许我是能查到真相的最后一人。若我死了，谁还会记得我阿公和我娘的死？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的。你阿公查案定是已经打草惊蛇，才招来杀身之祸，所以你得等。等到什么时候？柳阿公等了14年。我等。大人上次说可推荐来汴京谋差事，可还作数？只是皇城司的推案之位暂时没有空缺，我带你去衙门看看。段大人今日来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前些日子我见衙门推司辞了差事，我给你们推荐1人。大人，这推司有3人，这是上头定的，现在倒是没了缺口。主簿，义庄里的仵作可还缺人？仵作还是缺人的。朝云大人，我可以的，你知道我可以的。主簿，他就是我要推荐的人。虐道当仵作行吗？几日前还是襄阳府的推司，你说他行不行？没问题的，只怕是委屈了楚姑娘。不委屈。那你跟我去见推司吧。眼下周推司手下还少个仵作，你便跟着他。的，你放心，周推司是个厚道人。多谢主簿。周推司，这是新来的仵作，叫楚朝云。小姑娘能当仵作，开什么玩笑？周推司，我在襄阳府当了3年仵作，又当了2年推司，验尸推案一事，我擅长。襄阳府，周推司可记得长乐郡主之死？那当然。尸体是我验的，案子是我查的。周推司若是不信，可派人去长公主府打听，验尸推案的人是不是叫楚朝云？是你，早就听说长公主府的案子是个女推司。好，那你日后便在我手底下做事。二姐，府外有人找你。谁？说是你未婚夫，叫程青兰，母亲也不好擅自做主，就让我来问问你，你认识这人吗？他说你们定了娃娃亲，真的假的啊？是我阿公以前定下的，我也是刚知道。朝云，青兰，你怎么来汴京了？我现在陪在你身边，你或许能好受些。谢谢你。你若是愿意在汴京城定居，我便将医馆开到汴京城来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同你一处。青兰，有一件事我要同你说。你说。我阿公的死不是意外，是被人谋害，这凶手的势力不是我能想象的。如今我在汴京，是伺机而动，我要查明真相，我要做的事注定是危险的。如果为了我而置程家于危境之中，我做不到，你能做到吗？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，谢谢你。朝云，退亲一事，
我同我家说，你同你家说。朝云，这个时候我不该舍下你。你不是舍下我，是在帮我。牵挂少了，我更能全力以赴地查清自己想知道的。好。二姐，我看这个程青兰倒也是个正人君子，你舍得吗？没什么舍不得的。那你会后悔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会。周推司，我是先去义庄吗？昨天刚送来一具尸体，一起去看看。现在加上你，义庄里一共有7个仵作，每个仵作负责的地方不一样。平时是各自负责一个范围，但真有着急的情况，就不用分得很清楚了。我明白，来了急活就干，不能只离自己的1亩3分地。推司是过来看尸体的吗？我们哥几个还没验完。这是新来的仵作楚昭云，左章你等会把手头的地方分给他一部分。一个娇娇怯怯的小姑娘当仵作吗？你们验了多久了？什么结果？昨天我和康春验了1下午，今天早晨大家伙又一起讨论，这死者是被人用钝器砸了后脑砸死的。为何还需讨论？交流，看看验状怎么写。昭云，你去验。过河，死因是何？死因就是被钝器砸死的，还能有什么？死者后脑被钝器击打，但这并不是致命的死因。何以见得？若是死者被钝器击打后脑，应是正面或侧面倒在地上，血液下沉形成的尸斑应该在背部，而死者的尸斑是在胸前。死者可能并非被砸当下立即死亡，可能又撑了一会儿才倒地，背部着地正面躺着，所以尸斑在胸前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但是死者后脑伤口处血迹很浅，这说明后脑的伤是死后被人砸的。我也这么说，左章不信，这明显就是死后形成的伤。那是因为昨日东边下雨了，死者伤口处的血迹被雨水冲掉了。看来这一桩仵作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。死者双拳散开，脑坟开裂，仔细看鬓发还有被火烧的痕迹，死者是被雷击而死。至于后脑处的伤，楚昭云想了想，死者尸体是在何处发现的？在东边树林里，那里经常有野猴子出没，这伤口可能是猴子用石头砸的。若是雷击，为何没有雷击纹？被雷击后，若是还活着，雷击纹需要过3、4日才能消散，但若是死了，12个时辰内雷击纹就会消散。看死者的腋下，这是什么？雷击纹。怪不得没发现是雷击，原来这雷击纹快消散了。左章，这位楚仵作说的没错，活人的雷击纹才会几日消散。对呀，刚才我们都按你的思路走，根本就忽略了后脑除了伤口还有开裂的脑缝。死因就是雷击，没错了。是我没验过被雷击的死者，是我没经验。没经验不要紧，积攒经验就是。是，知道了。真是后生可畏，尤其楚仵作还是女子，厉害。我姓秦，年岁大，他们几个都叫我秦叔。我叫康春，真没想到楚仵作这么厉害。对呀，你看起来经验很丰富的样子，真厉害。我叫江望月，这位是左章，和楚仵作一样是周推司手底下的，这位叫王仪。哼，误打误撞验个尸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要是验出来，你也得意啊！你不是验不出来吗？义庄有具尸体，放了很久了都没验出来。楚仵作要是能验出来，我才能服。你说，我验，就在那。走去验，长着白毛的僵尸。楚昭云将热炭灰铺在了地上，又铺了一层白布，用水分湿白布，放上尸体后，又将此步骤重复了一遍，包裹住了尸体。这能有什么用？等了1个时辰，把白布揭开，众人都傻了眼，僵尸软化，白毛也都掉了。现在能下手验尸了吗？能验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法子，你这不会是歪门邪道吧？这僵尸放了很长时间了，谁也不知道怎么验，多亏了楚仵作。以后我们就是同僚，不必这么客气。我刚来，肯定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帮忙。下差了。大人是在等我，想来看看你今日当差如何？挺不错的。你负责汴京城哪一部分的案子？城内还是城外？内城附近。以后遇到什么麻烦来找我，别自己扛。朝云，来活了，快回来！周推司点名要叫你。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个麻烦事。去柔安侯府，去了管住嘴，别乱说话。周推司，死者是侯爷的小儿子，我和左章都没验出来死因，蹊跷得很。小侯爷吗？不是，小侯爷是老2杜家，死者是老3杜卓，这杜卓可是个纨绔子弟，也是侯爷和侯夫人最疼的儿子。知道了。周推司，这就是你说的比你厉害的仵作？不，那就请楚仵作上前验尸。死亡时间不超过1个时辰，不过17岁的模样，小年纪这般脸色，分明是纵欲过度的模样，没有中毒，脑袋和四肢上也没有内伤。楚昭云说完，伸手去解杜卓的裤子，找到死因了。找到了。楚昭云指向杜卓的隐私部位，死者受惊，阳缩而死。好端端的在自己院子里，卓儿怎么可能受惊？定是被人吓到了。查，一定要查清楚。父亲放心，我跟着推司大人查，一定会查清是谁害了3弟。让楚仵作查。那我先走了。楚仵作，听小侯爷的吩咐，好好查。